夫人，圣上在得知消息后，应该会下令派太医前去医治老爷的。邱嬷嬷道。沈小婉挣扎着坐了起来。为何不即刻派太医过去？话一出口，二人面色皆是一沉。江直在边关重伤昏迷，快马加鞭急报入京也有半个月的时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是怎么回事。太和帝早一天晚一天派太医过去都没有多大区别，外人知晓也只会到圣上仁义，千里送太医。邱嬷嬷道。另外还有消息，承中武侯向皇上请命，前去边关。沈小婉睁大了双眼。李将军可是？李将军可是江直一直最信任的领将。此事还未确定，但这些日李夫人没少在后宅之中走动，近来与魏太傅府上的几位夫人有所来往，面上是要为侯府的公子说亲。邱嬷嬷看着沈小婉这张苍白憔悴的脸颊，十分担心。夫人，小心这位李夫人。沈小婉微微敛了敛眼。虽说魏太傅也是水涨船高，但侯府也不是落魄人家，李夫人在这节骨眼上还敢妄动，脑子被驴踢了不成？夫人，您别太低估了女人的嫉妒心。邱嬷嬷道。近来燕京的确不安稳，山雨欲来风满楼，夫人不如借由此次机会去边关，正好绝了他们试探的心思。沈小婉担心江直，自然是想去的。这事儿不是那么好办的。夫人，除了那一位，邱嬷嬷指了指房顶，其余人并不在意夫人您想不想去边关，在他们心底，您若去了边关，反倒对他们有利，他们才会更放心。我一向不与他们为敌，拉拢不成反倒心生毒气，沈心真是难测。不过也正合我意，嬷嬷，你就按我们之前说好的去做吧。邱嬷嬷看出夫人已经打定了主意，直接出去吩咐安排了。小宝再次走进屋内，担忧地看着娘这张苍白的脸颊。娘，您身子还未好，还是再躺一会儿吧。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去处理这些事儿。你爹出了事，我怎么能让人歇着？沈小婉在她的搀扶下起身。娘想要去边关看你爹。可是他不同意怎么办？你爹是圣上最忠心的臣子，如今你爹重伤昏迷，娘作为你爹的妻子前去伺候，是伦理应当的事情，圣上会同意的。沈小婉低声咳嗽了几声。你去将我急火攻心病重的消息透露出去。小宝不解地看着娘。什么也别问，听我的即可。沈小婉望着外间风雨将来的灰暗天色。去吧。第二日上晌时分，几乎半内城的人家都知晓沈小婉因定远将军重伤昏迷之事，急火攻心昏倒了。大夫请了好几个，清晨时又请御医了。厉将军府上，今日大雨滂沱，不宜外出，改日天放晴了再出去。洪氏狐疑地看向自家丈夫，是不是背后有隐情啊？你不说，那我就出门了啊。现下又不是两军交战时，怎么可能落入陷阱还重伤昏迷的？洪氏见丈夫不吭声，不会真让我猜对了吧？此事你休要在外提起。厉将军喝道。也不可出门。洪氏道。可咱们与江家关系来往密切，现下我若不去，沈妹妹岂不是伤心了？让厉远去，告知他最近魏太傅他们盯得紧，小心为上。洪氏想想也只能这样了，他不能因为两人是手帕交就将家族抛在脑后。燕京城的女人也没有做到这种地步的人。那我让远儿送些药材过去。上晌，沈小婉收到了几家送来的药材，看礼，
其中便包括厉家和韩陆两家。平日他们往来都是密切的，不过此时自顾不暇，便都没有过来，只是派了不打眼的3个小辈送来，同时也将父母叮嘱的话说了一遍。他病倒的消息也传入了深宫内院之中。江家的人前去请太医了。回皇后娘娘，江夫人在乡下时急火攻心晕倒，连日送回城中，请了大夫扎了针，清醒了过来，可人却像是没了精气神，一直萎靡不振，心口绞痛，夜间高烧不退，才连夜去了庄太医府上，请了庄太医过去诊脉。我心口发闷，让人将庄太医叫过来。庄太医很快过来了，屈膝弯腰为皇后诊脉。娘娘身子并无大碍，平日应饮食清淡，保持愉悦心情。皇后收回手。本宫听闻定远将军夫人犯了心疾之症，可严重？定远将军夫人忧虑过重，心疾之症早已凸显，需要细心调养才可。这么说来，不是装的了。皇后抿了口茶。定远将军如今在边关生死不明，定远将军夫人又发生这种事儿，本宫着实担忧，还请太医你多多费心，务必不能让定远将军夫人有事儿。庄太医恭敬道：娘娘放心，这是微臣医者之职。沈小婉面色苍白地坐在椅子上，沉着脸望着荷西。你的意思是，老爷留下的人也查不到？是。荷西不敢看夫人的脸色。现在只大概知晓幕后有人设计了老爷，欲挑起边关祸端，线索查着查着也断掉了，应该是被发现了。沈小婉脸白得如同一张白纸，难看极了。你去为几位大人送信，看看他们是否是真的不清楚。属下立即去。邱嬷嬷领着庄太医入府。夫人，庄太医过来给您复诊了。劳烦太医了。庄太医为其把脉，片刻后道：江夫人风热之邪犯表，肺气失和，症状已比昨夜好些，用药依旧以疏风清热为主。至于夫人心疾之症，还需静养，不可多思忧虑。大医您看，我能不忧思吗？沈小婉掩面低声啜泣。将军在外生死不明，我欲前去守着将军，可却被这孱弱之身给耽误了，我恨。江夫人放心，圣上已下旨派刘太医前去，必定会将定远将军救回来的。借您吉言。沈小婉低声抽泣着，杜鹃上前宽慰着沈小婉。邱嬷嬷亲自将庄太医送出去，送上1包银两。庄太医，今日之事，还请太医您保密。我家夫人担忧老爷忧思过虑，这才说了这些话。庄太医点头。我知道。等沈小婉离开后，太和帝寻了赵国公府世子入宫。查得如何了？回圣上话，已经摸到了线索，的确是几年前逃掉的端王暗卫。圣上您看。太和帝看后勃然大怒，砸了杯盏与茶壶。好你个周策，朕以为你安生了，想着放你一马，没想到还敢和外族人勾结，通敌叛国之罪，朕倒要看看他这回要怎么说。大怒之间，已经忘记沈小婉带来的不满，甩袖往圈禁皇族的大牢走去了。皇后宫中，圣上去了。去了。皇后嗤笑一声，沈氏运气倒是好啊，这个节骨眼上，圣上可不会管他这点儿女情长的事情。他们最好在边关老实一点，要不然圣上不会放过江家的。娘娘，定远将军重伤昏迷不醒，还能醒啊？
这可说不准。皇后不甚在意地抬了下手。本宫终究还是对沈氏喜欢不上来，如今相欠已了，以后他再有事儿，都别再与本宫说了。是。回了江宅，沈小婉浑身都有劲儿了。邱嬷嬷身子不好，不可长途跋涉，家中便由你照看着了。你们回去收拾收拾，与我同去会山关。是。至于江海，便与荷西依旧留在燕京，燕京的生意和往来之事还需你们看管。若是不能确定之事，便和邱嬷嬷相商，或是送信过来。娘，您放心去，我守着家里。沈小婉一怔，她不想将儿子留在燕京，他们一家子就该团聚在一起的，所以不容置疑地说道：我们一起去。娘，您和闹闹和兰兰去，我留在燕京城里。娘，我还要在燕京念书呢，过2年还要科考，边关又没有书院，也没有顾先生，我的学业怎么办啊？闹闹瞪着小宝：大哥你怎么能这样？学业有爹娘重要吗？兰兰靠着闹闹站着没说话，只是疑惑地看着大哥。小宝是怎样的人，沈小婉还不清楚吗？她拉着小宝的手：那些事是爹娘的事，不需要你来做，咱们就当出去游学，过1-2年就回来。娘，你去照顾好爹，我把家里看顾好，等书院放假了，我就会去惠山关找娘你们。娘，我都想好了，你听我的。小宝。沈小婉看着小宝，试图劝说他：小宝，你听娘的，咱们是武将之家，并非文臣，不需要你去做那些。只要你爹醒过来，只要你爹的战功依旧在，咱们江家就在。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江家都在。娘，我留在燕京能为你做好多事情，家里不能一个人都没有。娘，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有先生护着我，不会有任何事情的。小宝顿了顿，其实留下来也是先生的意思，他说娘你肯定要去边关的，但我去边关也帮不上忙，留在燕京反而能替娘办些事情。燕京那么多的生意，那么多的铺子和庄子，我都可以帮娘照看着。先生还说我留下是江家留给圣上最大的诚意。娘，您别担心，先生会护着我的。先生说等过段时日一切安稳之后，圣上放心了，再给爹升一级官，就让我和韩墨几个人去游学，到时候就可以去惠山关找娘了。小宝见沈小婉还不信：娘若是还不信，可以去问先生，我刚才就是从先生那里回来的，要不然也不会和娘说这些了。娘，您别哭啊，儿子看着难过。那你先别让娘难过呀。娘不难过。闹闹和兰兰都懂了，大哥是为了他们才留下来的，走过去抱住大哥：大哥一起去，我们一起去看爹，一起去骑马，一起去看落日，我们都说好了的。小宝低头看着两个弟弟，轻轻摸摸他们的头：一路前去要护好娘，好好照顾娘，不要给娘惹麻烦。哥哥，你真的不去吗？大哥，你一起去吧。闹闹想到重伤的爹，就拿爹做借口：爹看到你去肯定开心的，一下子就醒了，第2天就能去打敌人了。你们替我好好照顾爹娘。娘，儿子已经长大了，你信我。沈小婉点头说了好。但是你得答应娘，等娘过去了，等你爹好了，你就跟着来，到时候咱们一起过年。沈小婉开始拉着小宝，叮嘱着在京需要注意的事情，从吃穿住行再到待人处事以及各个方面，不厌其烦地叮嘱着，说的喉咙都冒烟了。娘，我都记着的。娘你放心，先生会帮着我的。咱们先生就是一只老狐狸，厉害得很，连圣上和其他的大人都不敢开罪先生。小宝抬手替沈小婉擦了擦泛着水光的眼眸：娘，你去了，爹肯定就能好了。爹最在意的就是娘了，
爹一定会安然无恙地醒过来的。好，娘都知道了。趁着天还未黑，沈小婉又去了厉家，拜托了洪氏帮忙照看一些。厉远道：那可以让怀瑾住我们家来啊，我天天罩着他，保证没人敢欺负他。你别贫，一边去。洪氏将厉远赶走，等屋内只剩下他和沈小婉时，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怀瑾的，只是你这一路前去可要小心谨慎呢。我听将军说，定远将军此次出事儿并非意外，只是现下没有查出来，我们也不敢妄动，怕是想要一网打尽呢。洪姐姐放心，我们小心谨慎的，怀瑾便拜托你们了。一路顺风。告辞。8月中旬，他们日夜兼程的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赶到了惠山关。夫人到了。杜鹃掀开帷幔，听人说老爷就住在这个守将府。沈小婉下了马车，将奄奄无神的兰兰从马车里抱出来。有人通报之后，很快就有人将他们领了进去。江将军已于半月前醒了，现在人在军营。说话的是府上的一位守卫。我已派人去军营通知，应该很快就会回来。沈小婉急急问道：他去军营了，他的伤好了吗？军要机密，不是你们随便问的。闹闹沉下脸，不准你凶我娘！一直趴在沈小婉怀里的兰兰小声抽泣着：娘，我好难受，我想睡觉。沈小婉也顾不得与守卫计较，忙哄着兰兰：哪里难受？和娘说。我们夫人是将军的夫人，你胆子可真大，竟然以下犯上。杜鹃呵斥着守卫：速速带我们去后院，三公子身子不适，需要休息。我们已经派人前去通报，等将军或者是王管事回来确认身份才行。杜鹃还想说话，但被沈小婉制止住了。君归如此，不必再说。顿了顿，又道：一路赶路，一是饥饿疲惫，劳你带我的婢女去后厨备些清淡的食物过来。杜鹃他们刚离开，还没半盏茶功夫，一个守卫便领着王二匆匆回来了。王二一进屋，便看到了沈小婉和2位小公子，顿时跪下请安：属下叩见夫人。速速安排院子，将刘太医请过来。王二立即去办。将军领着人出城巡视边界了，属下已经让人骑马追出去。王二从军营回来，将将职的消息禀报给沈小婉，以免夫人担忧。他的身体好了吗？就直接去巡视边界？已无大碍。王二不敢和夫人说将军当初重伤的模样，只是说道：老爷昏迷几日之后便醒了，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他不敢说将军醒了几日之后就又披甲上阵，一直都没有休息过，十分拼命。沈小婉盯着王二的神情：他的身体是不是还没好？军医说将军应当静养2到3月，但关外戎族伤害百姓、抢夺粮食的事件时有发生，将军担忧百姓被害，不敢耽搁，便又去了军营。沈小婉沉下脸：这个男人不把自己的命当人命是不是？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只能后续好好为他调养身子。府中采买谁负责？后厨的老六他们负责，银子是从属下这里拿出去的。几句话之间，沈小婉已经把守将府的格局摸透了，直接吩咐道：你将内宅之事与杜鹃交接一下。杜鹃，你与采买的人商量着买些补身的食材，晚上备好。是。沈小婉陪着兰兰小憩了一会儿便醒了，就往隔壁的正院走去，没带人伺候着，一个人去了正院的卧房里，从里到外的将柜子床榻翻了个遍，还算挺整洁的。你是什么人？怎么在将军的屋子里？你是谁？新来的江洗女仆吗？怎么这么不懂规矩？你怎么不老老实实的待在厨房那里洗？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将军的衣服和院子我会收拾，你们只需要在那边等着就成了，我会送过去的。你们粗手粗脚的，
把将军的东西弄坏了怎么办？女子摆了摆手。哎，算了，收拾好了罢了啊！你赶紧走，幸好没有把将军的东西给弄坏了。你什么身份？给我滚出去！中午的时候，杜鹃清点过人数，守将府并无年轻的侍女，只有几名老仆妇。大胆！你竟敢这样和我说话，信不信我让将军明日就把你给发卖了？我倒是看他敢不敢。将东西搬走的侍卫看着上好的外衫，这都还是好的，怎么都扔了呀？王二手下跑腿的随从杨老五冷眼看着诸人。我命你们不可将崔家小姐放入府中，结果你们倒好，竟然让她进入将军的主院，还被夫人碰见了。五哥，崔小姐非要入内，我们不好硬拦着，只好让她先待在前院正厅里。哪知道她趁我们不注意，偷偷跑去后院了呀！怎么可能拦不住？不过都是借口罢了。除了几人上赏见过沈小婉的以外，其余都没有见过，所以心底还抱着侥幸心理。五哥，夫人不会拿我们怎么样吧？杨老五冷笑。夫人都命人将这些上好的绸缎外衫烧掉了，还能没发火？天真。正院，沈小婉当着王二的面，直接将被收买放任崔小姐进屋的守门婆子打了一顿，然后直接赶了出去。内院的我处置了，外院的你看着办。将军如今身份特殊，守将府守卫如此松散，还不如燕京6品小官的府邸守卫森严，说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夫人，城内的铺子虽然不多，看着也不是很繁华，但菜市场那边的羊肉特别新鲜，比咱们在燕京城买到的肉质好多了，炖出来的汤也更香。沈小婉嗯了一声。燕京城的羊是全羊馆围在山坡上割草喂养的，惠山关这边的羊呢，全部放在外面的山地上，整日奔跑，肌肉紧实，味道自然更好。那冬日里吃羊肉锅子，便不用愁羊肉了。是啊。闹闹睡醒了起来，已经是酉时过半了，然后跑到正院去找沈小婉。娘，您休息了吗？沈小婉点了点头。休息了。娘，爹回来了吗？还没。爹是不是要等到天黑才回来？这就不知道了。闹闹玩弄着自己的指甲。也不知道大哥在家里怎么样了，有没有被人欺负？你大哥有人护着，不会被欺负的。那万一被厉远他们欺负怎么办？不会的。出去瞧瞧你爹回来没？哎，好，我这就去。闹闹说完就往外跑，结果刚跑出去片刻，就又听到他的激动的喊声：爹，你回来了！娘，爹回来了！闹闹小跑了过来，朝着沈小婉激动地喊着：嘿，爹回来了！沈小婉看着江直，人又黑又瘦的，胡子也长长了，嘴唇干燥的脱皮了。媳妇儿，媳妇儿。爹，我还在这里呢。媳妇儿，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不等沈小婉开口，闹闹便道：娘病了，娘听到爹你受伤就病了，一直都没有好。军营里有个很厉害的军医，我请他过来给你诊治，什么病都能治好的。你在家等我，我这就去啊。沈小婉把他拦住：让我看看你的伤。江直脸色一变：什么伤啊？已经好了？好了？那你的脸色怎么还这么难看？真的好了。江直身子微僵，避开沈小婉的手，然后开始转移话题：外面走了一日，浑身都是汗和沙土，臭烘烘的，我先去洗洗吧。沈小婉看破不说破：那你去吧，水已经放好了。成。江直看了看里屋：哎，兰兰醒了吗？你先去看看兰兰吧。好。沈小婉带着闹闹出了卧房，并将门扉轻轻合上。两个人慢慢往外走，等出了院门后，闹闹捂嘴偷笑：
别说谎。沈小婉嗯了一声，回头看了一眼院子。兰兰的烧已经退了，你去把她叫醒，和她说爹回来了。好。闹闹看着娘跑回去杀个回马枪，忍不住笑了起来。在娘面前，爹还敢撒谎，看娘不凶他。沈小婉重新回到卧房，只听到里面水声已经停了。走进去一看，江直正背对着她开始穿衣服了。换药了吗？沈小婉柔声问道。沾了水得重新换药。江直泄气地回过头，小心翼翼地凑近。媳妇儿，你别生气嘛。过来，我给你换。让太医过来给你重新缝一下。伤口那么长，失血那么多，难怪会昏迷不醒，难怪嘴唇发白，难怪瘦了那么多。没事儿，上了药就行了。江直将酒瓶递给沈小婉。怕吓着你，就不想给你看见了。沈小婉接过酒瓶，拿着夹子夹着棉花，沾着酒，慢慢涂抹着伤口。怕我吓着你就不要受伤。我下次会小心这些。没有下次了，再有下次你就别做将军了，怎么回怀寿村种地去？沈小婉故作生气地将药粉重重地撒在他的伤口上，疼得江直又抽着凉气。媳妇儿，疼。疼也忍着。沈小婉心疼的不行，但嘴上依旧放着狠话。怎么受伤的？戎族的人翻过大山过境来抢夺下面村落的粮食，正好被我们发现了。追过去的时候不小心中了陷阱了。他也没有继续再追问下去，仔细把绷带绑好之后，又伺候着将衣衫穿上。怎么都是新的呀？又给我做新衣衫了？不用给我做，你之前派人送来的都放在柜子里呢。提起这个，沈小婉就生气。我都扔了。江直不解。扔了？我没穿坏啊。哼，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东西被别的女人碰。沈小婉哼了一声。你都晒得这么黑了，还留着胡子，怎么还那么能招女人啊？我没招女人啊。江直凑过去亲沈小婉的脸。你扎得我脸疼。沈小婉抬手挡住江直的亲吻。崔家小姐，你别说你不知道。他呀。江直皱起眉。他怎么了呀？沈小婉将白日的事情说了一遍。我是不是太小心眼了？是不是会影响你和崔都尉之间的关系？守卫中有几人是崔都尉的人，所以才会放了崔小姐进来。平日正院都有人看守着，她进不来的。微顿须臾又道：你这么做也正好给我一个借口，等下便命王二将那些守卫调走，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你之前怎么不清理？之前没摸透，清理了还有另外的人送来，以后不会了。换上咱们自己的人，你以后便不必担心了。好。兰兰看到江直回来了，也精神很多，话也多了起来。晚膳时还多用了大半碗饭。兄弟俩用完了膳，没急着回去，围着江直追问着他是怎么受伤的。江直把说给沈小婉听的说辞一模一样的话重复给了两兄弟。闹闹啊了一声，表示惊讶。他们抢我们粮食，杀害我们的百姓，怎么还要设陷阱陷害爹你？爹很厉害，打得他们抢夺不到粮食，所以就耍阴谋诡计害爹。兰兰看向江直。爹，是不是这样啊？江直点头。是这样，爹是会山关最厉害的人。这是会山关的守将，这里所有的人都听爹你的话。闹闹终归还没有真正的长大，听见江直说好的差不多了，便嚷着说让江直改日带他去军营里。江直应下。好，明日就带你去。沈小婉道。着什么急啊？等你歇好了，你爹再带你去。你娘说的对，等你俩身子好了，我带你们去外面的关外的草场上骑马去。闹闹疑惑。
爹，操场不是容族人的吗？咱们能去？江直道：怎么不能去啊？他们能过来抢咱们的粮食，我们也可以过去抢他的羊群和马匹啊。那咱们多抢几匹小马驹，我想要一匹自己的马。江直颔首：好，那我明日去看一看，若有合适的就拿回来。江直看着又长高了许多的闹闹：你这2日多吃点肉，过几天就跟我去军营里操练。闹闹应了声好。你别说他们，你也得给我好好歇着。营里也没有多大的事情，做不过是巡视边界和操练军队，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你何苦亲自过去？沈小婉说到这儿，火气就直往上冒。你一点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受伤了还不好好养着，以后留下了各种毛病怎么办啊？哪儿那么严重啊，我心里有数。军营里的老将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江直不可能例外。你心里有数，就不会伤胃好又去营里了。现在又不是战时，需要那么拼吗？你伤没好之前不许去。沈小婉板着脸：你可以去军营里走一走，但是不能去操练士兵，不能去外面巡逻，必须把身子彻底养好。明日便让刘太医过来给你把脉。话没有说完，嘴唇就被江直给封住了。急切又热烈的亲吻让沈小婉身体一软，再也腾不出空来念叨江直了。这一夜2人都睡得很安稳，所以睡得很沉，一直睡到了日头高升才起。沈小婉捂着嘴咳嗽了2声。入秋了，喉咙不舒服，熬些梨水喝就好了。让太医过来跟你瞧瞧吧。惠山关早晚寒凉，别冻着了。交代完了，这才出去，顺手将门带上，以免风吹进屋里把他给冻着了。沈小婉望着紧闭的门扉，嘴角止不住地往上翘。一般的男人都是大大咧咧的，十分粗心，但他却粗中有细，很体贴人，是个好丈夫。江直重罚守卫并利落替换掉的消息很快在惠山关的军营内传遍了。所有的将领都知道江直的媳妇儿来了，而且脾气还不好，一来就将守卫和婆子给罚了。崔都尉家中，哎呀，我说你什么好？你跑去江将军家中做什么？惹恼了将军夫人。现在好了，他的几个眼线全给扫了出来，现在还想把人安排进去，已经不可能了。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大哥，你之前说了让我嫁给江将军的，我现在该怎么办啊？那就不嫁，不过是个将军罢了。以后大哥想法让你嫁给王侯。崔都尉心底窝火的不行，当初刘守将一死，他以为自己能当上守将，哪知空降下来一个江直，害得他白费了那么多功夫。大哥，你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你都不心疼我了。崔小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哥，我要嫁给江将军，不要嫁给什么侯爷。哎呀，好了好了。崔都尉不耐烦地拂袖往外走。江直这人做事谨慎，油盐不进，一直找不到突破口。原本以为偶尔能进入守将府的妹妹能替他办成事儿，将江直拉上他这条船，结果倒好，现在赔了夫人又折兵，还被怀疑上了。他娘的！大哥！崔小姐哭得更伤心了，转而去找了大嫂诉说。都尉夫人不耐烦地听着这个眼高于顶的小姑子的哭诉，心中很是不满。她曾帮小姑子相看过许多位将士，可她谁也不喜欢，偏偏喜欢早已娶妻的江将军，上赶着做人家小妾，人家还不搭理呢。另外一些将士的家中则多是当作笑料听。江将军的夫人可真是不给将军面子，一来惠山关就闹出这样的笑话，江将军还能忍得了？
江夫人还直接命人将崔小姐撵了出去，这怕是会得罪崔都尉的。说这些话的大多数都是将士，而他们的妻子则都拍手叫好。这位将军夫人脾气不错，合我口味。那种小骚蹄子就该给打出去，给什么脸面啊？上赶着去给人做妾，真是不要脸，整日耀武扬威的，真当自己是公主了。皑皑白雪纷飞，寒风呼啸而过，吹得窗户啪啪作响。9月初1，会山关大吉，守将府有冰窖，能存放很多东西，所以沈小婉直接命杜鹃大买特买了。夫人，商贩说入冬下雪后路途难寻，如果接下来的半个月大雪不停的话，1月只能运1次过来的。奴婢便多买了一些备着，另外还向卖豆腐的商贩买了2麻袋豆子，奴婢想着拿来做豆腐发豆芽都行。杜鹃道。另外夫人命奴婢买的菜种子也买到了，摊贩带的不多，每样只有1把，奴婢让他下次再来的时候多带一点白菜青菜的种子。沈小婉看了看种子，白菜、黄瓜、芹菜、葱、青菜、豌豆、花生这些都有，不错，挺多了，倒是没想到这个时节能买到。杜鹃道。也是巧了，商贩只是带过来试一试，若是无人买他带回去。奴婢买的时候商贩还说马上就是冰天雪地了，买回去也种不了，还劝我等来年雪化了再种。他们倒是不知道夫人您有秘法。9月15，江直30岁生辰，是个难得的大晴天。早几日，沈小婉便以守将府的名义给会山关有官职的武将大人们送了帖子，邀请诸位将士携家眷上门参加江直的生辰宴。沈小婉起了个大早，特意对着铜镜描眉画唇一番。夫人极美，准备的如何了？沈小婉起身往外走，杜鹃紧跟而上。前院全部清理妥当了，也摆放好了桌椅，杂耍班子的人正在那儿做最后的演练呢，确保待会儿演出的时候万无一失。另外厨房正有条不紊的备菜，晌午时绝对会震惊了诸位将士的口舌呢。把桌子摆开一点，别靠得太近。沈小婉指着正在摆桌的侍卫，留出过道，方便上菜的人端菜。中央铺着的红毯清扫干净，两侧摆着的花稍微理一理，别挡着了过道。沈小婉说完，又吩咐杜鹃去厨房盯着，切勿出现纰漏。两人到了前院不久，便陆续有客人上门。江直招待男客，沈小婉招待女客。哟，我的个娘哎，这衣服可真好看！哎呀，那簪子是金子做的吧？将军夫人长得未免也太好看了吧！难怪那个将军对其他妖里妖气的女子没兴趣呢。谁家有这么漂亮的媳妇儿，还去看其他丑女人呢？见过夫人，夫人，你真好看。沈小婉被众人给逗笑了，很快将诸位的性格摸清了。各位夫人里面请，里面摆了戏台子，各位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戏，说是有呢，就让他们唱上。众人被俊俏的丫鬟领到游廊处，沈小婉倒是不知里面游廊的事情。她现在和会山关政务官朱大人的妻子说话，对方是个和善的人，还问她初来会山关习不习惯。待久了便习惯了。沈小婉道。说话间，崔都尉携着家眷上门了，江直已经与崔都尉说上话了，而其夫人则长相极为秀气，据说是惠州官员之女。两人的身后还跟着崔都尉的亲妹妹崔小姐。沈小婉看着这位崔小姐，发现崔小姐正用少女怀春的目光盯着刮掉胡子并精心打理过的江直。沈小婉面色不愉地咳嗽了一声。见过夫人。免礼。沈小婉淡淡的开口。
外间风大，诸位里面请。男人与女人走的方向不同，崔小姐还时不时地回头往正厅的方向看去。沈小婉笑了笑：“崔小姐看什么呢？”崔小姐脸色一变，忙否认：“没看什么。”崔夫人回头瞪了崔小姐一眼，没见过男人似的。小心看路，别走错地方了。崔小姐不满地哦了一声。这里就这么大，能走到哪里去啊？崔夫人此话太严重了，崔小姐是知理懂理之人，不会随意乱走的。崔小姐脸色也难看至极，想说话，但被自家嫂子给瞪着，气死她了，转身气呼呼地往旁边小姑娘们待的小花园里走去了。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小姑子，平日太宠了一些，让夫人见笑了。你们这般宠着可不行，以后嫁入了婆家，可是要被立规矩的。崔夫人脸顿时难看的不行，闹闹咳了好半晌才回过气来，脸涨得通红。对不起，爹娘。慢慢吃，别着急。沈小婉觉得孩子太瘦了，心疼的一直给闹闹加菜加肉。多吃一点，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娘，这米饭好香啊，我能吃3碗。别吃撑着胃不舒服了。你们军营里就不能吃好一点吗？看孩子都成什么样子了。能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想怎样？要是一直大雪，惠州城的菜运不过来，军营里连白菜和萝卜都没了，只能啃红薯了。军营这么苦啊？兰兰同情地看着二哥。二哥，要不你别去了，就在家里待着吧，好歹能吃上肉和菜啊。沈小婉和江直也看向闹闹，想看看他怎么说。他要是不想去，就不去。闹闹摇了摇头：“我不能半途而废。娘允许你不去，你不必因为爹娘的缘故就一定要去。娘，我还能坚持，我可以继续待下去的。”沈小婉蹙眉：“可是很辛苦。娘，您说过没有做什么事情是不辛苦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有白日做梦不辛苦，我能坚持的。而且武常他们都没有使命的训我，我还是过得很轻松的。想救那么多，得省着点。上面不发你们军营，就不知道自己想法子啊。”沈小婉嫌弃地看着江直，真是个榆木脑袋。会商官粮食不好种，种菜总是能行的吧？多种菜军营能吃，吃不完还能卖给外面的百姓。闹闹插话：“还有肉啊！”沈小婉在心底算了算账，拿烂掉的菜叶子就能喂猪喂鸡了，还能吃上蛋。就算买粗粮回来喂养，也花不了多少银子。还可以鼓励会商官百姓喂猪喂鸡喂鸭，到时候可以卖给军营。你们总在惠州城去买，价格不便宜，还不如富裕会商官的百姓。闹闹的眼睛亮了：“那以后军营里隔3叉我就能吃上鸡腿了。”鸡腿不行，至少鸡肉丁是可以吃上的。沈小婉看着正在思考的江直，又进一步鼓吹道：“自己种植养殖可能比较慢，军营若是不愿意的话，可以想想其他的法子，多赚点银子，然后多采买也行。比如和养羊的商贩合作，将羊卖到富饶之地去，从中赚差价。”江直想了一下，摇头：“羊要长1年才能卖，而且只有冬日好贩卖。”沈小婉眨了眨眼：“那还有另外一个法子，绝对赚钱。”江直和闹闹、兰兰3人都问道：“什么法子啊？”沈小婉喝了口汤：“黑市。”不行。江直想也没想就否决了：“那就我最开始提议的法子，自给自足。”天已经放晴，雪已经停了。沈小婉望着前方干得热火朝天的士兵们，秀巧的眉眼上带着淡淡的笑意。线下数十亩的温室大棚都已经建好了，沈小婉正在正厅见客。在下还是第一次在寒冬的时候，在惠州城这边看到如此新鲜的蔬菜，就算有，也仅供给富贵人家用度了。
不知将军夫人是如何在寒冬里种出不合时节的菜的？说话的是惠州最大的菜商之一陈老板。陈老板，这军营的事情你问到本夫人，此处恐怕不合适。在下并非是想窥探种植之法，只是看着军营种出的菜极为新鲜，品种极为丰富。在下想请求夫人能供给军营将士之余，能将一些菜卖给在下。军营将士众多，种出的菜堪堪仅够军营将士所用。马桂英疑惑地看向沈小婉，将军夫人不是想把菜卖给菜商吗？将军夫人，在下常年与军营共菜，合作已不下5年。若是夫人信得过在下，愿意将军营种植出的菜品供给给在下，在下愿意给夫人2成利益。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啊？30文的菜价已是高价了。不知军营能提供多少菜啊？不知陈老板吃得下多少？沈小婉笑了笑。要知道军营每日只素菜1项，便要进5000斤，5000斤素菜，陈老板的车队要运许久吧？陈老板可是担心吃不下。没有关系，你可以每一样菜先拿个100来斤试试。若是路上车马行得快，开春之前至少能跑好几趟。这得容在下想想。陈老板拱了拱手。在下的合伙人还在客栈之中，在下需要和他商量商量。自然。陈老板想好了便过来，说是有机会，咱们军营还是愿意和陈老板你合作的。见将军夫人送客了，陈老板只得起身告辞。等他人走了以后，马桂英立即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夫人，这55分成和30文1斤有何区别？沈小婉道：惠州城的菜价最多能高到多少？也不过30-40文1斤，还能卖上60、80上100文去。除去本钱以外，还有其他车马费用，55分成这个听着挺多，但其实还比不得30文1斤卖给他划算。那既然30文1斤划算，夫人为何又让他选55分成呢？总得给他一个选项吧，太吃亏了就把他吓跑了。若选55分成，他只要稍稍运营一番，还是能赚不少。也不知陈老板会不会再回来，其余的人有没有这么大的实力呀？会回来的。沈小婉笑了笑，除了咱们这儿，可没有这么多品种的新鲜蔬菜给他采买。可他若是要很多菜怎么办啊？咱们菜棚顶多给他1000斤。他们要不了那么多，一种菜几十斤，加起来也不过1000余斤。你信不信？要不了2个时辰，他们准得回来。我哪敢与夫人您打赌啊？和您打赌那简直就是自取其辱嘛！您每次说的都没有错过。马桂英笑叹了一声，嘿，若我哪日能像您一样料事如神就好了。我哪是料事如神啊，只是常做这些就算得清楚罢了。沈小婉笑回了几句，就见兰兰从外间走了回来。马桂英见状便告辞先回府去，下午还要去菜棚摘菜。你二哥呢？他有事儿，半路就跑了。娘，大集上也没什么好玩的，转了一圈就觉得没意思了。那条街不长，自然不比燕京城。沈小婉抿了口茶，喝了吗？你爹他们中午都不归家，咱娘俩吃面条如何啊？兰兰纳闷地抬眼，今日厨房罢工了吗？没罢工，但也差不多。我打算放他们的假，让他们回家里帮忙置办年货。沈小婉起身，娘许久没有给你做饭菜了，不想吃娘做的？想吃，就是太辛苦您了。窗外寒风呼啸而过，屋内炭火不熄。沈小婉放下茶盏，刚从菜棚过来。马桂英点头，是，张大人带着陈老板他们去了菜棚，我领着陈老板看了看菜棚供给军营的菜，然后就过来了。马桂英说的张大人是军营负责采买的文官，
现在也同时来了守将府。他开口道：将军夫人，陈老板想要与军营蔡鹏合作，特地去了军营，下官特地带陈老板二人过来。可是考虑好了，想好选哪一条了？陈老板两人相视一眼后拱手道：将军夫人，我们很有诚意，想与军营合作，想要的数量也很大，不知夫人能否再给一个实惠的价目？实惠一些。沈小婉抿了抿唇。陈老板想要多少，又能接受多少的价格？陈老板道：每种1000斤，1斤15文。现下惠州菜价最高不过15文，若是购价太高，将菜长途运送至惠州高价售卖，在下怕无人购买。张大人也帮忙张口说和：将军夫人啊，陈老板常年以低廉的价格供给我们军营各种菜品，将军也曾夸赞陈老板厚道。若是蔡鹏的菜除去成本，若能便宜几分，便再好不过。沈小婉心中不喜，陈老板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陈老板可以选择另一种合作方式。最高18文1斤，这是在下能承受的最高价了。沈小婉轻笑道：陈老板，我们的菜棚每天除开给军营的菜以外，剩下的菜并不多，一种最多200-300斤，无法满足陈老板要求的数量。另外，其成本并不像在夏日种菜那般容易，能种出这些菜也是耗费了我们的心力，所以实在无法像陈老板所说的一般，以15文1斤的低价卖给你。陈老板脸上辣得慌，转头朝一侧的张大人看去。张大人欲开口时，正好撞上沈小婉似笑非笑的眼神，顿时觉得后背一凉，莫名有一种被看透的感觉。陈老板若无心与军营合作，直说便是，本夫人不是小心眼的人，并不会介意。只是陈老板这种挑便宜货的方式实在有伤和气。军营菜棚的菜都是上乘，比之夏日里的青菜更为珍贵，他们并非是无人问津的便宜货。将军夫人，那还是按55分成，不知将军夫人。沈小婉嘴角勾了勾，露出一抹嘲讽的笑意。我思来想去，夺陈老板的分成怪过意不去的，不如还是30文1斤罢了，这样也免得分成来分成去的，算来算去导致头昏脑花，算不清楚。陈老板心底凉了，将军夫人这是发怒了。陈老板若是价格不合适便罢了，我也不强人所难。沈小婉抿了口茶，示意杜鹃送客。陈老板和合伙人对视一眼，咬了咬牙道：依将军夫人您的意思。沈小婉勾唇一笑：看在陈老板与军营合作5年的份上，我们菜棚一定会挑选品相最好的菜给陈老板的。多谢夫人。沈小婉笑了笑：陈老板将需要的菜写个单子交给多位夫人，明日上晌你们便可去收货，届时银货2讫。是。陈老板几人赔了夫人又折兵，灰溜溜地跑了。呸！没想到这位张大人是个吃里扒外的玩意儿，我就说他怎么那么殷勤的往菜棚跑呢？军营的白菜萝卜都好几文1斤呢，说不定就是这位张大人在中间搅屎吞了银子。沈小婉抿了口茶：他们没进菜棚吧？没有，夫人您说了，不准除了种菜和那5个添柴火的士兵以外的人进入，我就没让他们进。马桂英道：他们倒是想进，但是被我拦住了。那就好。沈小婉点了点头。回去让人备菜，一样500斤也不是个小数目，得弄大半日呢。马桂英没动。夫人，这陈老板都这么不识抬举了，您怎么还将菜卖给他呀？你也看见了，今日上门的就陈老板一人，其余人要么是实力不足，要么就是做其他买卖的。若是不卖给他，卖给谁去？你们年底的红封找谁发去？沈小婉道：与其便宜军营里一些没脑子的废物，还不如卖给陈老板，至少得了教训之后，
他以后会加紧了尾巴懂事一点，要不然真当边关的女人是大字不识，只会种地的乡下蛮横女人。炭火越烧越多，除去供给军营的之外，其余的都卖给今日的商户了。估摸着还想拿去州城赚一笔。沈小婉道：菜也卖出去了？自然。沈小婉将今日的闹剧说了一遍。我越发觉我的心眼越老越小了，越发不喜有人在我面前耍心眼。来年不让他供货了。江直顿了顿。菜棚能供应吧？沈小婉算了算，菜棚还在扩建，要不了几个月应该可以了，到时候敞开吃也行。先去用晚膳吧。寒风依旧，大雪纷飞。沈小婉站在窗户边上，蹙着眉听着手下的人禀报的消息，声音微冷，里面藏着寓意。城外没寻到。是的，夫人，属下寻遍方圆20里的范围，都没有寻到老爷一行人的踪迹。没去巡边界，那会去了哪里呢？沈小婉眉心紧蹙，朝手下的人挥了挥手，示意他退下。慢着。沈小婉偏过头看着此人。此事莫要泄露了出去，若是被旁人知晓。属下明白。走吧。沈小婉再次挥了挥手。等人走了之后，她紧绷的身子松了松，但眉心依旧紧皱。今日已经是腊月24了，原本说4、5日便归家的江直，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城，也不知去了哪里。杜鹃这时进屋，将窗户拉上。夫人，别站在门口吹风了，小心着了凉。闷得很，半合着透点气。沈小婉折身走进屋内坐下，倚在软榻上，有气无力的样子，看着很疲惫。夫人，沈六可寻到老爷了？他若寻到了便好了。那大概是路上错过了。夫人您别太担心，老爷许是有事耽搁了，再有几日便是除夕，想来老爷会在除夕前回来的。奴婢已经将除夕的菜单都准备好了，报给夫人您听听，您看还需不需要再改一改？咱们将军府有这些食材吗？夫人您忘了，大公子之前命人送信的时候还送了不少食材和药材过来呢，这不恰好就用上了吗？杜鹃接着说道。大公子这次送来了不少燕窝，夫人您最近睡得不太好，气虚，正好用燕窝补一补。之前的喝完了？也不剩什么了。倒是喝得快。带出去的人依旧没有传回消息，你到底去了哪里？娘！沈小婉顺着声音望去，闹闹已经朝廊下走来。兰兰呢？在后边。闹闹走过来，与他肩并肩地站着。娘，爹一定是有事耽搁住了，所以才没有赶回来。沈小婉收回视线，不再去想。今日是除夕，要守夜，我让人备了零食小吃放在桌子上了，你们去吃吧。娘也一起来啊！兰兰拉着沈小婉往屋里走，又把手捧炉塞到她的手里。娘的手都冰凉冰凉的，快烤烤火。好。沈小婉坐下，接过兰兰递给她的手捧炉。快吃吧，这些果脯都是你们大哥特意让人送来的，就怕你们吃不上。大哥真好。闹闹抓起几颗瓜子，咔咔咔地吃了起来。大哥今年一个人过年，好可怜啊。但大哥可以去看热闹的灯会，看烟火啊。兰兰觉得大哥不可怜，但一个人总是很孤单的。闹闹坐直了身子。娘，明年大哥也来咱们这儿吗？我带大哥去外面的草场骑马去。到时候再说。子夜过后便是新年，将早已瞌睡连天的闹闹和兰兰送回屋歇下之后，沈小婉才回到正房的卧房。沈小婉躺在床上，目不转睛地望着青色的帐顶，听着外间簌簌的落雪声，一直不曾入睡。院中突然传来几声咯吱咯吱的响声，
像是脚踩在雪上发出的咯吱声响。沈小婉翻身坐了起来，掀开帐子准备下床。这时门扉传来吱扭一声动静，心中一紧地望向门扉处，但看清那道人影时，他惊呼出了声：“你回来了！”江直本是想悄无声息地进屋，不想吵醒他睡觉的。我吵醒你了呀？没有，你可回来了。我身上凉，你先回床上躺着去，别着凉了啊。沈小婉不想松开他。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乖，衣服不穿，鞋也不穿，赶紧躺好，别着凉了。今日是大年初一，时间已经很晚了。江直已经起身，捧着一碗沈小婉亲手做的酒酿汤圆慢慢吃着。闹闹与兰兰则站在桌旁。爹，您这些日子去哪里了？您和我讲讲吧。上次你禀报的事情已经证实的确有问题，他们虽是南州人，却干着为戎族探秘的事情。我此次出去便是与此事有关。那抓住了吗，爹？没抓住。江直随口道。啊！闹闹皱起好看的眉眼。跑了？那他们不就逃回戎族了，把咱们所有人全卖掉了？死了。闹闹提着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爹，您这大喘气可把我吓了一跳。别和你爹贫嘴啊！沈小婉从外间走进来。刘都尉他们上门拜访了，你现在过去吗？我这就过去。江直起身叫上闹闹和兰兰二人。你们也一道同去吧。是。前院上门拜访的客人已经增多，等到了饭点，刘都尉等人才发觉时间已晚，起身要告辞。闹闹适时站了出去。家母已命人备了晚膳，诸位将军还请移步到饭厅用膳。这……江直颔首。留下用膳，咱们正好说说过几日几军集会之事。众人道：遵命。刘都尉，坐下。诸位都尉觉得贵，不选便是。本将又非生意之人，不会强要尔等购买，只是所出之菜乃是惠山关百姓所种植，尔等若想要菜时，也需付银才卖。反正就是要钱的，白给你是不可能的。江将军，30文一斤实属太贵，不知可否有其他更为优惠之法？刘都尉道：有啊，若你们军营归属于我们惠山关大营，那便可免费供给你们吃了。张都尉冷笑：刘都尉，你莫开这种玩笑，我们几大边关守军互不相管，你这般说可是想谋反？嘿，张都尉，你可莫要诬陷于我。刘都尉笑道：这话本就是张都尉你所说，你既想白得我们军营的菜，那肯定就是想归于我们军营所管了。若非如此，为何会想要白拿呢？张都尉气得脸都红了，胡子一抖一抖的。胡言乱语！本都尉只说这价格委实太贵，何时说过要白拿？既然没想白拿便好，毕竟这青菜委实太贵，大家可是花费了不少功夫才种出了这些青菜。张将军，刘都尉这般说话可是不妥，分明是想陷军营于不义。刘都尉说的话都是江直的意思，而张都尉敢在他的面前如此光明正大的挑拨，也是因为他背后的驻军极大，几乎可与惠山关军营所能抗衡，已有一方独大的心思。张都尉，魔山关驻军是怎么回事？你恐怕比本将军清楚。哼，张都尉，魔山关驻军的由来，想必你比本将军清楚吧？张都尉闻言，脸色一变。江直看着张都尉笑了笑：张都尉无法做决定，没有关系啊。回去了与守将大人好生商量，我们军营的菜一直都在的。江将军说的是，这等大事我需回去禀报了将军才行，毕竟30文一斤着实太高啊。好。江直见目的已经达到，便不再多说，看了一眼王二。
王二拍了拍手，将早已准备好的舞姬换了进来，让大家唱演。乐声阵阵，歌舞升平，一下子将诸位将士心中的恐慌散尽了。江直不喜这种场面，不多时便借故离开。没有江直的营帐内，张都尉等人倒是有些放浪形骸了。夜深人静，张都尉寻来了其余同来聚会的都尉。诸位怎么看今日江将军的话？张都尉呢？其余几人也是老油条。张都尉道：当初圣上之所以将我们边关诸军分为几处，是边陲之境遥远，来往禀报事情太远。等同意后再做，岂不是黄花菜都凉了？还不如各管各的。这些年大家相安无事，过得好好的。如今他江直一个新来的守将，竟想打翻这种局面，摆明了不将我们上峰将军看在眼里。他不过区一守将，手也伸得太远了。他乃是圣上亲封的定远将军，官居从2品，比一般守将官职更高呢。一人道：那又怎么样？这里是边关，又不是燕京。张都尉哼了一声：还轮不上他一个新来的指手画脚。说着看向几人：我们在营中可都是都尉校尉，都是上峰的亲信，可若是真归于他会山关之地。张都尉伸出小指摇了摇：恐怕连这个都轮不上。要我说，咱们几处驻军最好是结盟，让他的打算落了空，才是最好不过。可江将军并未表明此意，我们此事还需禀报了我们将军再说也不迟啊。这自是理所当然。夫人，我都让人收拾好了。前2日孵鸡崽的商贩捎信来说，年前就已经孵好了1000余只了。等过些天天气转暖一些，才敢从暖房里放出来送过来。算着日子，应该得2月初不下雪的时候送过来。那倒是还可。沈小婉点了点头。他们若是能够多孵一些送过来才好不过，鸡舍很大，能养上万只呢。我们从未养过这么多，我怕出现鸡瘟。沈小婉点了点头。那也得先养上2000只，要不然可不够军营将士吃的。到时候再让人多送一些，即便我们不养，就问问会山关的百姓们养不养。他们买鸡仔恐怕没有咱们买的方便。这我知道，我们家以前养的鸡都是别家自家孵的，然后买回来再养大了，鲜少会去专门售卖鸡崽的商贩那处购买。马桂英顿了顿：我知晓夫人与将军一般，心心念念着会山关的百姓们，但并非所有的百姓都有银钱买鸡崽回去喂养的，而且大家习惯了养羊卖钱，鲜少有人知道养鸡养猪的。当时我想差了，我见惯了种鸡牧地养几只鸡的田园生活，如今看着大家以养羊为生，当时不习惯了。沈小婉笑了笑：如此便罢了。不过说是有人愿意像关内人一般养鸡养猪的，也可以来咱们鸡舍换。将军，这是圣上命在下交予将军的。另外，圣上已经让户部筹措今年的军饷，应当4月会送达。多谢，韩大人请坐。韩瑶拱手谢道：韩大人，阴京最近如何？现下明面上魏太傅虽告老返乡，但他的门生遍地，迟早会再起来。江直淡声道：其实若一心为朝廷办事，不造谣生事，倒是也没关系。将军所言甚是，不过人心难测，并非所有人都这么想，总有人想一手遮天，称独称大。江家与你们韩家来往亲切，如今韩大人你又来了会山关这里，若是我能帮得上韩大人的，尽管直说。此行前来惠州，方知其混乱，幸得将军相助，要不然在下前来还是一片烂摊子。惠州本就是一笔烂账，好在韩大人如今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江直将厚厚的一箱账本交给韩瑶。重要的账本我已尽数交由钦差大人送回，
剩下的账本我怕被人偷走，便全放在此处了。韩瑶点头，多谢将军。若非将军未雨绸缪，这些账本可能被人偷走了。知府衙门虽然有造诣守卫，但依旧少了不少账本，所幸重要的账本都被将军带走。江直手指轻轻摩挲着，嘴角带着淡淡笑意。我不过是个只会耍枪弄棒的粗人，倒是不懂如何治理城池，造福百姓。这等事还需韩大人才行。想来韩大人应当会让惠州百姓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在下一定竭尽全力造福百姓。江直与韩瑶又细说了许久，直到卫士过半，王二进来通报，江直这才起身。韩大人，我有事需去军营一趟，韩大人不如在府中稍事休息。在下可否同将军同去？圣上忧心边关将士，命在下前去慰劳。江直犹豫了片刻，而后点了点头。韩大人请。江直去了军营之后，很快便与人相商起来。韩瑶不能旁听，只能由人陪同着在军营中走动一番。韩瑶走着走着，便看到另一边盖满了油布大帐，讶异地问领自己走动的士兵：“那边也是你们军营领地？”“是。”韩瑶蹙眉：“可为何有女生啊？”“那边其实也不算是军营范围之内，那里是我们军营的菜棚，种菜的全是军营将士女眷。现在这个时辰正是摘菜择菜的时辰，所以声音有点大。”“菜棚？菜棚的菜除了供应你们军营以外，还供应惠州的商贩？”“这我不是很清楚。”“可否带我去菜棚那边看看？”“这……”士兵有些犹豫。韩瑶看出士兵的犹豫。“你可去请示一下将军，若是不行便罢了。”士兵去了，很快又回来了，领着韩瑶前去菜棚。走到将菜棚和军营隔开的大门时，韩瑶看着一处巨大的铁锅炉正透着热气，诧异地看着这个大锅。“这里面是什么？”“这里面装的是热水，将士们洗澡洗衣都可以来这里打热水。”士兵解释道。“里面的热水都是菜棚那边送过来的，下面有烟道，热气一直烧在下面，这里面的热水就不会冷掉了。”韩瑶一看得目瞪口呆。“如此极是方便，不知是谁想出来的？”“是将军夫人。”士兵道。“菜棚也是将军夫人领着人建的，以前我们一到冬日只能吃外面运送来的土豆担子和萝卜白菜，若是下大雪，路被阻断了，连菜都吃不了。自从将军夫人建了菜棚，我们日日都能吃上不同品种的菜，另外还有了热水，不用花银子去找伙房烧水，大家只要觉得身上脏，就可以去打水洗澡，这样也不容易得病了。”韩瑶觉得自己有必要和江夫人好好探讨一番，说不定也能想出造福全惠州的法子。沈小婉正在菜棚里和马桂英说事儿，杜鹃进来禀报：“夫人，韩大人过来了。”“韩大人，韩大人。”“江夫人。”韩瑶拱了拱手：“在下适才经过外间，听到此处有动静，询问过后才知晓原来是军营的菜棚，所以在下过来看一看。”“此处地面湿滑，大人不如移步到里间。”沈小婉将人领到仓库外面摆放着茶桌的地方，并命人奉上茶。“韩大人请用茶。”“夫人，在下初来惠山关，也想为百姓做事，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不知夫人能否教百姓们用此法种菜啊？”沈小婉脸上的笑意僵了僵。“我知此事为难了夫人，但在下觉得种菜更易被百姓接受，也更易见到成效。圣上命在下在2年之内将惠州等地变成自给自足的安适之地，将军也是知晓的，所以……”韩瑶欲言又止，等着沈小婉的答复。“韩大人，并非是我小气，而是这种植之法并不适合老百姓所用，光是前期投用的银两便不是小数目，除了官府出资或是富贵人家所建，一般老百姓根本无法负担。
而且靠这种法子种出的菜，菜价不会便宜，除了卖给富贵人家以外，普通老百姓也吃不上。瑶也被说服了。如此，那在下便回惠州与主簿等人相商，争取尽快商量出一个章程。江直颔首，韩瑶这一厢先离去。霍征看着菜棚里忙碌的身影，嫂子，我可否将这种菜的法子带回幽州啊？我们幽州地处边关，蔬菜也是稀少，每年要花费不少银子买卖菜食，若是能自给自足的话，也可省下不少银子。可以。霍征笑问：嘿嘿，不需要什么条件吧？江直道：幽州均田数万顷，不如每年送10万担粮食给惠山关。你想得美，幽州将士数万，这些粮食也堪堪够用而已。霍征道：1万担买断。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啊？江直拍了拍霍征的肩膀：若是不同意便罢了，反正这种菜之法就在这儿，就看你要不要了。霍征咬牙：先生。好了，你别逗霍将军。多谢嫂子。霍征立即拱手道谢：不必说谢，这种菜之法本就不是多大的秘密，只要有心钻研，很快就能学会的。而且能帮上军营驻地，我也很高兴。朱大人又说了一番官方话，然后又让人将早备好的小鸡仔分给每家每户。将军夫人还送每家2只小鸡仔，当做乔迁之喜，祝贺大家搬新家。以后大家好好养鸡，可以拿鸡蛋去换钱卖钱。前方不远又靠近官道，官道正在修建，也有土地在开荒，需要壮年劳力。大家若是自家的地收好了，可以去做工嘛。1天2顿饭，1顿饭2个大馍，还有菜叶子汤，但要自己带碗啊。在哪个地方啊？就在官道那边，找到穿着造诣衣服的人登记就成。朱大人笑眯眯地说完：大家就好好收拾，以后好好过日子。小人谢大人，谢将军夫人送的鸡仔。大家也都听到了，这些房子是将军夫人给我们建的，以前是我们糊涂啊，还把将军他们撵出去，是我们错了，我们错了。大家都听好了，将军和将军夫人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以后我们要好好报答将军，不准再像以前糊涂了。知道了。5月的惠山关早晚寒凉，白日里日光当空直射，却是闷热。沈小婉站在院中，看着花坛中五彩斑斓的格桑花。杜鹃走到她的身后：夫人，惠州知府夫人韩夫人派人下了帖子，韩大人6月初5生辰，将会在那日在惠州设宴待客，邀您前去做客呢。韩夫人为我们运送了不少箱子过来，我们自当应邀前去。那奴婢这就回了送信的人。沈小婉颔首，那时江直应该已经在归城了，到时候可以在惠州等他一道回来。4月上旬，霍征派人从幽州送来喜帖，他与看潇潇于5月15日之良辰吉日成亲。于接到喜帖的第2日，便带着闹闹快马加鞭前去了幽州。5月15良辰吉日，军营刘都尉送上贺礼一份，公主少爷与少夫人白头偕老。城北张员外送上贺礼一份，幽州知府黎大人送上贺礼，幽州张主簿送上贺礼，京城厉将军派人送上贺礼一份，京城中武侯侯府派人送上贺礼，京城定远将军府公子送上贺礼。江直来幽州见世面的闹闹听到外间的唱词，疑惑地眨了眨眼，看了眼正在与霍大将军说话的爹一眼，随后偷偷地往大门外跑去，踮着脚站在人群后方，望着大门的方向。大哥，
闹闹，大哥，你怎么会来这里？闹闹指着前厅的方向。爹也在里面。我知道，娘和兰兰在惠山关。闹闹点头。娘身子骨不太好，经不起颠簸，所以就没来。娘的身子还没好。什么没好？娘的身子骨一直都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以前太操心咱们了，精力也不太好。这我知道。娘怎么不好好补补身子？补了。闹闹顿了顿。女子的身体本就比不过男子，也许是正常的。哪里正常？算了，问了你也不知道，等我亲自去看看。闹闹眼睛一亮。大哥，你要和我们一起回惠山关，不回京城吗？我此次出来是得了夫子吩咐出来游行的，到时候同爹和你一道去惠州看了娘，再去其他地方。你一个人啊？还有韩墨他们。小宝顿了顿。只是我赶时间过来和你们会合，便没有同他们一道离京。他们边走边玩，应当才到魏州，到时候我们去文州会合。江直和闹闹也没有急着去军营，而是一起用了早饭，行李也被搬上了板车。我们走了，你们爷俩要好好照顾自己，你多盯着你爹，让他记得按时用饭。闹闹看了眼自家爹，点了点头。你要多照应咱家老二，别让他吃了亏。沈小婉又叮嘱江直，你们爷俩要好好照顾自己了，按时吃饭，按时休息，缺衣服了和我说，我给你们做，不许胡来，不许糟蹋自己的身体。闹闹应道：知道了娘。沈小婉又拉住闹闹：你长高了多少，脚尺码大了多少，都记得和娘说，娘才好及时给你做新的。好的娘。娘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生气了就打兰兰和安安出气，不要憋着气坏了身体。突然被提及的兰兰瞪了闹闹一眼：娘，你要不先打二哥撒撒气？闹闹挑眉：娘才舍不得打我呢。对，娘脾气这么好，怎么会打人呢？娘不是那种随便打人的人。沈小婉揽住闹闹的肩膀：娘不在，没人盯着你，你自己要记得娘说过的话，不许逞凶斗勇，不许做超乎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知道吗？娘，我记得。好了，时辰不早了，在京城等我。沈小婉闷闷地嗯了一声：就只知道说这句话吗？时辰不早了，上马车吧，等我。沈小婉眼眶顿时红了，鼻尖酸涩，哑着声音回答道：好。好。马车缓缓动了起来，一行人一路南行，就是一路走走停停的，累了便停下休息，饿了便寻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埋锅造饭。往燕京方向行了1月，不过沈小婉这些日是没什么看花的心情，因为她每日都觉得困倦和疲惫，所以就算去看花，也是搬一张躺椅坐在树下闭目养神。娘，我给您做了一个花环，您戴着肯定好看。好看吗？很好看。兰兰看着戴着花环的漂亮的娘，我看那边踏春的人都做了花环戴在头上，可好看了，所以就想娘戴着也一定会好看的。确实很好看。娘多戴着好看的花，妹妹以后会和花一样好看的。妹妹听话，不要闹娘哦，以后哥哥给你做花环。是的，沈小婉又怀孕了。荷西提前1日带着人到燕京几十里之外的地界来接了沈小婉。等一行人到达定远将军府时，恭迎夫人回府。恭迎三公子回府。恭迎小公子回府。起来吧。夫人，您可回来了。嬷嬷身子可还好？可请大夫调理了。老夫人挂心了，大夫也只说安心调养，其余多的就未说了。夫人您回来了就好，
老身也能功成身退了。这2年辛苦嬷嬷你了。这都是老身的本分啊。夫人，嬷嬷去年冬日染了风寒之后，便一直未见好，一直卧床休养。今日是硬撑身子过来迎接夫人的。沈小婉立即道：如此，那赶紧的将嬷嬷送回去休息。夫人，老身没事儿了，老毛病罢了，不碍事儿的。邱嬷嬷强撑着病体道：夫人一路辛劳，快些回屋休息一番吧。夫人和三公子的院子一直都打扫着，得知夫人要回来后，又休憩收拾了一番，另外又收拾临近三公子的院子的一间小院出来，给小公子住。小公子您先住着，若是有缺的，再与老身说。安安躲在兰兰的身后，怯怯地看了眼邱嬷嬷，然后又躲起来不说话了。她有些认生。沈小婉看了眼兰兰，让她带着安安过去安置，自己则回了正院。邱嬷嬷目光如炬，一眼看出安安的异样了。夫人，小公子瞧着有些怕生，可要将清河几个拨过去伺候小公子啊。沈小婉颔首：让清河去吧，另外再派几个小丫头和小厮过去，让小公子熟悉熟悉。好的，夫人。回府3日后，拜帖便如雪花一般的送上门。太和帝将于4月18日册封太子，今日已是4月初10，所以沈小婉打算等立太子大典之后，再设宴招待大家。丽远的母亲洪氏又上门拜访。洪姐姐怎么上门来了？前2日知道你回来了，但想到你需要休息，便没过来。今日收到你送的惠州特产，便坐不住了。你也知道我是个急性子，所以专程过来看看你。怎么样啊？我听说惠州的天极冷，这个时节才化雪啊。洪氏其实最想问的还是关于丽远的事情。3月初便雪化了，只是高山上的雪化的晚一些。沈小婉简单的说了几句惠州的风土人情后，便主动说起了丽远的事。丽远不愧是洪姐姐和丽将军的孩子，有勇有谋，不过半年时间便立了许多次功，现在已经是百夫长了。哎，听你这般说，我倒是松了口气。我就怕他报喜不报忧，什么事情都不和我说。洪氏叹了口气，去岁让他去京郊大营历练，他非去惠州。哎呀，真是儿大不由娘啊。孩子长大了都这样。哎，怎么没看见卧鱼和家言呢？卧鱼没有回京，家言去书院了。沈小婉说道。这2年在惠山关，他落下了不少功课，所以早些去书院，他能不能补上？哼，你倒是舍得。洪氏指的是闹闹留在惠山关的事情。舍不得也没有办法。其实啊，待在边关远比燕京自在安全。家中无人看顾，而且我也该回来了。洪氏摆了摆手，然后又指着屋顶的方向。我也不与你说虚言，你也知道这2年那一位突然充盈后宫，你可知都是哪些贵女啊？洪氏看出沈小婉的疑惑。那一位啊，目前只是想安抚朝中大臣罢了，毕竟他的野心可不小啊。只是另一位娘娘便觉得有威胁，我想过不了几日，娘娘必定会让你过去拜见，届时你可要小心啊。多谢洪姐姐提醒，但我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内宅夫人，真怕届时说些话惹了娘娘笑话。沈小婉心中咯噔了一下。
沈小婉装作愣了一下，而后笑道：娘娘是想在这里订一个院子吗？包年的话更便宜一些。皇后娘娘脸僵了一下，心中腹诽：不愧是商人出身，满脑子都是赚钱，上不得台面。哪怕穿上的诰命服混入了勋贵圈，学着世家贵族说话，他也改不了骨子里的贪财低贱。江夫人，本宫的后花园可比你这里大。娘娘，是妾身想差了。再有几日便立太子，我也不与你拐弯抹角了。皇后娘娘直接便道：我儿即将被立为太子，但太子离那个位置还远，中间变数众多。本宫希望江将军能帮我儿继续保卫家国。娘娘，相公他一心为国，忠心耿耿，绝无二心。皇后娘娘微微蹙眉：江将军的忠心，本宫自然知晓。多谢娘娘，妾身一定会写信给相公，让他守好边关，不让戎族人奋进。那是再好不过了，有江将军戍守边关，我们南州必定百年安然。呀，咱们3个人吃饭，却坐这么大一个桌子，感觉好冷清哦。是不是厨子手艺退化了？怎么觉得不好吃呢？沈小婉懂兰兰的感觉，转头吩咐杜鹃：下次就在正院里摆饭，咱们用小桌吃。是，夫人。杜鹃应道：哎呀，要是大哥赶回来就好了，多一个人就不觉得冷清了。娘，大哥什么时候回来啊？沈小婉算了算日子，最晚7月便回。8月要参加秋闱，明年正好能参加会试。那能在我和娘的生辰前回来吗？这倒是不清楚，过2日我写信问一问。沈小婉笑着道：上次你大哥说他们已经往江南去了，现在应该已经到江南了。我长这么大都没去过江南呢。兰兰也想出去游学，但一定要比大哥走得更远，去得更久。等以后娘带你去。沈小婉顿了顿，5月初1我们宴客，你可要请你的同窗过来，若要就拿请帖去自己写。好。5月初1，这是定远将军府时隔2年之后再次开门迎客。今日设宴的主题是赏花宴。哎呦，边关的水土可真养人呐！瞧着江夫人比起以前还好看呢。这你就不懂了，江将军一直陪在身边，日子过得滋润有味儿，人呐自然是越发貌美。此人是魏太傅府上的3房媳妇儿。魏家第3代的几位嫡女正是碧玉年华，但因前2年之事，无人上门说亲。这些日出来活动，也未尝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陆夫人在旁说道。沈小婉倒是不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魏家可以选的人手很多。3品以下的大员啊，他们可看不起。洪氏道：你可小心了啊，怀瑾今年也16了。沈小婉道：韩墨与景瑜比怀瑾还要长1岁。韩夫人笑了笑：那不一样。武安侯夫人来了，我先过去，几位姐姐先去花园中听戏。你忙你的去吧。武安侯夫人、世子夫人，你们能来真是蓬荜生辉。沈小婉看了看四周，并未看到方琛。怎么方小公子未过来？武安侯夫人道：他已经与贵府的3公子一道去了后方，说是去钓鱼了。以前他们来往不多，没想到如今倒是越走越近。时间最能证明朋友之情。沈小婉笑着将人迎进花园。江夫人慧心独具，竟然弄出这么美轮美奂的花卉游廊，真是妙极啊！
世子妃文清闲看着用花朵做的拱门，还有沿路的花树，觉得甚是美妙。只是赶了巧，趁着花败之际，找到了这些未败的花，做了这些装饰。世子妃，里面请。一进花园，沈小婉便听到有人阴阳怪气地说某人只知道巴结讨好之类的话。妾身见过世子妃、将军夫人。其余人身份不高的妇人和少女们也都纷纷起身行礼。都坐吧，大家都是来将军府做客的，听江夫人的安排，不必多礼。我听闻边关乃是风沙大漠之地，但瞧着江夫人似乎一点未变，还是貌美如霜10年华之人。有人有心讨好，边关虽大多是苦寒之地，却也不仅是风沙大漠，像惠州城应当也如燕京一般草木茂盛吧。世子妃说的是，惠州城其实与其他州府相差无几，只是土地不够肥沃，产粮不丰，是以显得贫瘠罢了。啊，那岂不是连饭都吃不饱啊？的确，惠州的粮食多是从外运送进去的，不过惠州山高天寒，养出的羊肉质紧实，膻味较少，很受其余州府的人喜欢，是以羊肉也算惠州的一大特产。沈小婉说道。这次我回来呢，也带了不少风干羊肉回来，待会儿午膳时诸位夫人可以尝一尝，看看味道可否与燕京喂养的羊有区别。夫人，您带回来的羊肯定是极好的。是呀，惠州城来的羊肉味道自然是好的，前年以及去岁冬日摘星阁的特色菜便是来自惠州城的羊，不少人为了吃上一回羊肉可是大打出手，今日不用争夺便能吃上，全是托了夫人您的福。大家说的正开心时，突然杜鹃来禀，沈小婉皱着眉起身往后方的果园走去。救命啊！救命啊！魏家二房的嫡女不慎跌落进后花园的小湖里了。啊！快来人啊！快救人！你们赶紧的给我下去救人啊！魏珏，你怎么能随意推人下去？韩家二房的嫡女与魏家姑娘们也不对付，当即出言阻拦。若是害死人怎么办？魏家小姐道：一个仆从的命难道还比太傅府的嫡小姐的命还尊贵？我堂妹落入湖中，他们江家人不该下去救吗？韩家小姐喝道：仆从的命就不是命了，魏珏，你莫要欺人太甚。哎呀，你们莫要争吵了，救人要紧啊！文丞相家的一位嫡小姐出言劝阻。另一厢江家会求水的婆子已经跳下河，将临近河岸的江家下人推上了岸，然后再游向快沉入水的魏家小姐。魏家小姐被捞上河岸时已经吓得失魂。快请大夫！等沈小婉抵达专门打扫出来做女客临时休息的小院时，府医刚好诊治完。如何？魏四小姐没事吧？回夫人的话，魏四小姐呛了水，受了惊吓，但并不严重，再有片刻就会醒来的。府医道：老朽开了一些安神祛寒的药，喝上2碗便没事了。那就好。沈小婉已经听到里间传来哭声了，她皱了皱眉往里走。阿娇，阿娇，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端端的怎么就落水了？你和娘说，娘给你做主。珏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魏家大夫人看着自己的女儿魏珏。是江家三公子把四妹妹推下湖的。江家三公子？魏二夫人顿时怒气丛生。哼，好一个江家人，真是欺人太甚。珏儿，江家三公子好端端的，为何会推阿娇？这还用问呢？肯定是江家人帮着陆家、韩家欺负我们魏家嘛。也就是看咱们现在落魄了，好欺负了，谁都敢来踩我们一脚。魏家三夫人气道，还不停地撺掇着：二嫂啊，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忍了，要不然他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呢。魏家大夫人看了眼跳个不停的三弟妹，又瞄了眼很容易被煽动的二弟妹，心中冷笑：
哼，蠢货！走到门外的沈小婉正好听了个全火。不一会儿，兰兰带着惊慌不安的安安来到了院里，同来的还有兰兰的几个同窗，其中有方琛和文烨几人。娘，是你推的？兰兰没有否认。是。既然贵府的三公子承认了，那么……魏二夫人的话还未说完，兰兰扬起精致的小脸，冷声道：“她原来是太傅府上的小姐，我还以为是从西市混进来的仆从丫鬟呢。穿上小姐华服，却出言不逊，满嘴肮脏之词。”魏娇立即否认：“我没有。”你可以骂安安是哑巴没教养，也可以骂我没爹娘养，但你不可以骂我的爹娘。兰兰冷眼扫了魏家的几个小姐一眼。我爹戍守边关，一心为朝廷做事，你们太傅府自诩文人雅士，却没想到如此看不起寒门武将。江夫人，这中间莫不是有误会？娘，我没有说，我不知道。你说了，你以为家言不过是想巴结我的同窗，还让我们别和家言往来。方琛哼了一声，哼，狗眼看人低。住嘴！武安侯夫人知晓方琛在这里，循着踪迹过来，就听到方琛的这句话，十分不愉地说道：“有辱斯文。”武安侯夫人歉意地看向被骂作狗的魏娇：“是我管家不严，还请魏二夫人莫要见怪。”说着朝沈小婉歉意地笑了笑，将方琛领走。“娘，我不走，我给家言作证的。”方琛道：“可不能让他被人欺负了去。”武安侯夫人真的是气死了。“闭嘴你！”沈小婉看着满脸尴尬的魏家大夫人：“我竟不知，贵府小姐的眼中，我们江家人即便有升上钦点的称号，却也不过是乡下人。真是抱歉，碍了几位夫人的眼，早知我便不将帖子送去贵府了。”“不是的，江夫人，阿娇并非是那个意思，还请江夫人大人有大量，原谅她这一回，她以后再也不敢了。”魏二夫人也看出事态的严重，立马道歉：“江夫人，阿娇的确不是这个意思，她也并不是对江将军和江夫人你们不敬的。”魏娇吓得小脸惨白，她还想嫁入江家呢，可不能得罪了江夫人，泫然欲泣地望着沈小婉：“江夫人，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以为他们是外间的人，撞了我也不道歉，我问的话也不回答我才生气的。”“你这可是明着得罪了魏家呀。”韩夫人道：“可担忧啊。今日之后，外人许会将江家与韩家定为一派，若有定远将军相帮，他们韩家势必会更上一层楼。分明是他们得罪了我大人大量，还替我儿子道了歉。”沈小婉转头看向韩夫人：“夫人也知道我心眼小，也一向护短，容不得有人骂我的家人。快到用膳时辰了，夫人先去前方院里坐一坐，我去膳房看一看。”“何须你亲力亲为呀，派婢女去办就是了。”韩夫人说着话，但脚步却并未停下，径直往外走去。韩夫人走后，院中便剩下沈小婉几人。“我知你是帮安安出头，也是帮爹娘出头，但君子动口不动手，你不止推人，还将人推下水。幸好如今已经是入夏，湖水不凉，未造成祸端。若是淹死了人，如何负担得起？”“他实在毫无教养，欺人太甚。我本想带着安安离开的，可他竟然拦住我们不许我走，还让我们跪下磕头道歉。我们不跪，他就动手打人，我这才推他的。”“你为何不说你是江家人？你若是说一声，他魏家人就算再张狂，也会给几分薄面。”沈小婉伸手拧过兰兰的耳朵，她丝毫不信兰兰的说辞。“还有方琛和文烨他们也在一旁，一个人都未说，反而是任由魏家人侮辱你。还有，你这身衣服是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换成了细棉衣裳？别说是沾了水湿了衣，贵重的衣衫够你换几十回了。”兰兰疼得倒吸气：“
娘，你放开，您听我说呀。沈小婉收回手，示意他说：我前几日在茶楼便见过魏家小姐一次，我从旁经过时，不慎偷听到她与人说她心悦大哥。兰兰气呼呼的道：大哥这等仙人之资，怎是他能觊觎的？沈小婉怔了一下，没想到还有这等渊源。若是如此便罢了，可他嘴上却嫌弃娘您不是勋贵出身，还说若非看在爹能在圣上跟前说上话，他还看不上咱们家呢。兰兰冷哼：哼，除此之外，他还对我们的其他寒门同窗发怒，就因为同窗多看了他一眼。我们只不过是去茶楼凑一凑热闹，年岁尚小，又没有做什么，他就发怒，我们实在是气不过。那也不能拿娘做法子呀。娘，难道您还想让魏家这种道貌岸然的人进咱们家门啊？兰兰抿着唇，他们想要翻身，肯定会想出各种法子接近大哥，设计大哥。我这是一劳永逸，以后保准他们老老实实的，不敢再来招惹娘了。别给我说这些，这些都不是你在众目睽睽之下推人的理由。沈小婉看了看天色，自己去祠堂祖宗牌位前跪着去，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起来。兰兰气鼓鼓的去了祠堂。安安看着小哥哥走了，又转头看向沈小婉，可怜巴巴的去拉着他的手。哎呀，怎么回事啊？不理他，咱们吃好吃的去。沈小婉牵着安安去了准备好的宴席。此时已经回府的魏大夫人将此事直接禀报给了魏家老夫人。若非是阿娇被二弟妹惯坏了性子，口无遮拦，今日又怎会得罪了江夫人？魏家二夫人道：大嫂，二娇并非是有心的，她也不知那人是江家公子啊。就是一个好好的公子哥，竟然穿着一身细棉衣服，带着一个哑巴玩。这江家就是个笑话，得罪了就得罪了。大嫂，你也太胆小了。魏家三夫人很乐意看到二嫂吃瘪，也喜欢和魏家大夫人斗嘴。再说了，江家也就定远将军一人在朝为官，还远在边关，沈氏一个妇道人家能做什么呀？顿了顿又道：咱们家这2年虽落魄了，可还不至于怕一个从二品的将军吧？再说了，沈氏不是向我们道了歉了吗？本来就是他儿子的不对。闭嘴！魏家老夫人气的是人仰马翻。娘，祖母，老夫人。众人没想到魏家老夫人竟然被气晕了过去了。快请大夫！魏大夫人看着哭哭啼啼的魏二夫人和魏娇，还有脸哭？你们惹出的祸自己擦干净。魏家的兵荒马乱，沈小婉并不清楚。她送走各位夫人后，便躺在椅子上休息。夫人，三公子已经跪了近2个时辰了，再跪下去，奴婢怕他身子受不住。杜鹃在旁劝道：三公子此举虽然冒失，但初心是好的。夫人，您就看在三公子护着小公子，为夫人和老爷出头的份上，饶过他这一次吧。让他进来。了一会儿，兰兰就一瘸一拐的来到了沈小婉的跟前，有气无力的喊了声：娘。可知错？沈小婉看着她的眼睛，兰兰微垂着眼眸：知错。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娘，我真的知错了。沈小婉看出兰兰心底还是有点小不服的。我知道你不服，但是你要知道，这世间有很多你不喜欢的人和事，你不能全凭借自己的喜好就去对付别人，你要有原则，害人的事情不能碰，不是自己的银钱不能拿，所有事情都必须通过正途去办，不能不择手段。沈小婉顿了顿，我不希望我的儿子变成娘最不喜欢的那一类人，我希望你能堂堂正正的做人，干干净净的做事。我知道了，娘，我以后不会了。我知道你觉得娘太啰嗦了，
但娘怕呀，你爹撑起咱们家不容易，你做事的时候要多想想，不能毁了江家，知道吗？兰兰点头，她知道家里只有爹一个人撑着，他们没有亲戚，没有永久不变的关系，一旦犯了错，便是四面楚歌，无人帮他们。我希望你是真的知道了。隔日，魏家大夫人协理上门道歉，但未入门就被何西挡了回去，并告知沈小婉出城休养去了。满心只想着赚钱的沈小婉回到庄子里，便听到何西禀报上来的消息。夫人，与您所料的一般，魏家今日的确上门了，只是听到您不在府中时恼羞成怒。经过此事之后，魏家恐怕会记恨在心，我担心他对府上不利，你在外间仔细防备着一些。夫人，如今魏家一派不是被打压了吗？秋后的蚂蚱还能蹦跶多久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且魏太傅如今还在六部之中，魏家的官职也都还在，假以时日，必定重回辉煌。夫人，您说的是，魏太傅虽与陆家、韩家政见不合，但为官却是清廉。不管魏家如何，我们小心谨慎，不要让他们抓住了可乘之机即可。何西应声退下，回城了。夫人，这魏家不会再来吧？说是你明知得罪了我，还会再来吗？杜鹃摇了摇头。奴婢应该不会纵容家人去得罪夫人。顿了顿，又道：但或许还是会想方设法的请求夫人您原谅吧。说魏家不是从高处跌落的，或许真会如你所说的一般，想方设法的请我原谅。但可惜，魏家也有自己的需要。6月中旬，边关战线已经拉得很长，因为南州早有准备，兵马强壮，粮草丰盈，所以南州一直有捷报传回燕京。夫人，大公子回来了。等小宝快步走到正院时，沈小婉已经站在院中的大树之下等着他了。娘，儿子回来了。儿子给娘请安。快起来。沈小婉忙扶起他。瘦了，黑了，怎么一下子就长这么高了，比娘高了半个头了。小宝笑着道：儿子长大了，可以护着娘了，自然应该长高一些。长大了。沈小婉双目含泪且激动地看着小宝。娘在家可一切都好？都好，可终于回家了，娘一直盼着你回家呢。在外面累不累啊？小宝摇头。不累。上次收到你的信说还在江南，怎么1个月不到就回来了？坐的船还是赶着马车回来的？是没有睡好，一直在赶路？快来人啊，给大公子备水。沈小婉拉着小宝的手。回屋洗漱一番，好好睡一觉。夫人，水都备好了，正等着您放人呢。杜鹃在旁道：厨房也备上饭食了，等大公子洗漱好了就可以用了。对，看我高兴的都忘记了，幸亏你记住了。是娘不好，记性越来越差，快回屋洗洗。娘，我不累的。哪能不累啊，快去吧。沈小婉看了看天色。你快去洗洗去乏，娘去给你做好吃的。小宝无奈，只能先回屋洗漱。清洗一番之后，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大哥！得到消息的兰兰直接从书院跑了回来，一进院就朝小宝的院子跑去。大哥，你回来了。小宝扶住兰兰。在家可有听娘的话？我们家谁敢不听娘的话？那就好。小宝从书箱里拿出厚厚的一摞书给兰兰。这都是我这一路收集的书，都是给你的。谢谢大哥。兰兰翻了翻书页，都是她未看过的，高兴地招来跟随，把书抱走。大哥，我先去看娘，娘肯定在等咱们了。普普通通的，有些胖。小宝道：是个员外家的小姐。大成功选上了吗？选上了。幸亏家中富裕，要不然怎么嫁得出去啊？
哇，真是可怜。人家嫁不嫁得出和你有关系吗？大哥。兰兰往小宝的身后躲了躲，小宝揽住兰兰的肩膀，嘿嘿嘿的笑。兰兰和闹闹在一起待久了，说话也像闹闹了。我哪里像二哥了？还不像，嘴巴嘚吧嘚吧的没个停歇。沈小婉笑道：没有，我这是看见大哥回来了，心中欢喜罢了。二哥好久都没写信给我了。战事起了2个月了，就算住在山沟里也知道消息了。娘您别担心，爹是战无不胜的大将军，一定会打赢胜仗回来的。二弟看着咋呼，也是机灵的，他也必不会有事的。沈小婉颔首：我知道。时间不早了，你去看看安安的大字写完了吗？兰兰看了眼大哥，使了个眼色，然后应了声好就出去了。小宝则留下。娘，去岁不是好好的吗？为何突然战乱了？皇上怎么又御驾亲征了？你莫要多问，出去也莫要打探。好。演变到了8月初8，秋闱这日。娘，您背这么多东西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哥是出去踏青的呢。你知道什么呀？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无备。想一想，他还缺什么？娘，不缺了。小宝看着多备的几支毛笔和砚台，都够了，太多的话侍卫检查也麻烦。也是。娘，您别紧张。我不紧张。唉，分明是儿子去秋闱，怎么弄得我紧张兮兮的呢？在考场外间等了一会儿，就到辰时3刻了，已经陆续开始排队入场。娘，我去了。好，放轻松一点，别想太多。晓得嘞。这是昨晚兰兰说的话本故事里的一句词儿。晓得呢。沈小婉拍了拍小宝的肩膀：3天后我们来接你，你进去吧。好的，娘。小宝提着香匣走了进去。9月下旬，秋闱结果公布，江淮锦的大名排在榜首的位置，十分亮眼。你大哥去哪儿了？韩家哥哥约大哥去茶楼了。兰兰顿了顿，也可能是与女子做画舫，游湖去了。画舫上可还有女子？小宝愣了愣，随即想到了什么，知小娘误会了，尴尬的脸涨得通红，忙解释着：娘，韩墨请了几个乐师，没有其他女子了。这么紧张做什么？娘又没有生气的意思。娘真不生气啊。我生什么气？你来年也17了。沈小婉话音刚落，小宝脸露难色，声音温软的喊了一声娘。害什么羞啊？沈小婉看着还是挺害羞的小宝，多大的人了，你爹这个年纪都有你了。小宝的脸本就是酒后泛着的酡红，现在又更红了。一般人在你这个年纪都定亲或是成亲了。沈小婉话锋一转，但你也知晓咱们家的规矩，除了你以后的妻子，我不希望你沾染其他女色，一定要洁身自好。小宝点头，我知道的，娘。一些举子已经成亲生子，他们说去春风楼再演一场，但我没去，我也不喜欢那个地方。你也不要担心不合群，怕拒绝他们，你不喜欢就不去，没人会逼着你。沈小婉顿了顿，当然你也可以不喜欢，你要不喜欢你变成那样不怜爱自己的人，懂吗？杜鹃端了2碗燕窝进来。戌时末了，夫人该用夜宵了，大公子也用1碗。多谢。弟弟们有吗？他们已经睡着了。沈小婉小口小口地喝着。你这些日又熬夜看书，多喝一些。小宝片刻后就喝光了。娘，您最近还在往边关运粮？沈小婉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听韩墨说，因为娘的义举，现在京中夫人都在收集粮食，一并交给押运粮草的官员送去。小宝道：他们是想在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那处挂上名。
我送的粮食一部分是用去和百姓置换羊绒羊毛的，大部分是给你爹营下送去的，不是要那些虚名。小宝点头表示知道。有娘送去的粮草，爹肯定就不慌了。原本戎族粮草不丰，很容易拿下的，可他们前些日向匈奴购置的大批粮草，现在冲劲十足。好好的打什么仗呢？沈小婉叹了口气。娘，弟弟什么时候生出来？他大概是怕冷，所以想晚一点出来。大概是被不停地念叨怎么还赖在娘的肚子里不出来。临近营业时分，沈小婉腹中的孩子便急不可耐的要出来了。杜鹃，我快要生了，快去请稳婆。守在外间小厅里的杜鹃顿时惊醒过来。夫人，沈小婉捂着肚子，快去请稳婆，我快要生了。稳婆，你快点，夫人要生了！哎，快点啊！哎，这就起来。稳婆也睡得不是很熟，一敲门就起来了，清霜催促着：“快点啊！”哎呀，不急，你未成亲不知道，这女人生孩子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才刚开始阵痛呢，没有2-3个时辰生不出来。莫约到卯时1刻便生了。稳婆将孩子抱出来看了看，恭喜夫人，贺喜夫人，是一位漂亮的小姐，是个女儿。是的，夫人，恭喜夫人，您终于美梦成真了。她怎么不哭啊？沈小婉强撑着身子想要坐起来。快给我抱抱。刚才哭了，猫叫似的比较小声。稳婆抱着孩子往外走。夫人啊，您先不着急，还没给小姐擦拭身子呢。而且夫人您也还没清理身体，等清理好了再抱也不迟。沈小婉脸色也不怎么好看。自己亲生的自然是亲自喂了，为何不请奶娘？好歹也轻松一些。不太喜欢。沈小婉记得世子夫人似乎有一个孩子长得愚笨得很，她笑了笑道：再说了，谁知道挑选的奶娘的奶有没有问题？我听说若是奶娘的奶不好有病，孩子长大了也容易孱弱不聪明。世子夫人眯了眯眼，还有这种说法啊？世子夫人没听过，只是我们老家有这一个传言，世子妃没听过也是正常。江夫人好歹也是燕京贵人，怎的还信这种谣言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自己的孩子自己疼，也就辛苦这1年，但好歹确保不会出问题。世子夫人，您说是不是？沈小婉话音一转，又道：哎呦，看我这记性，国公府选人肯定会查清楚的。世子夫人，您肯定不会有这方面的担忧。世子夫人，说是没什么，我便先回去了。我这孩子待会儿醒了就爱哭闹，怕吵着世子夫人您。江夫人请慢。世子夫人开口：我有些话想与江夫人你细说，半盏茶的功夫便好。不知世子夫人想与我说什么？江夫人可知梁城之战？世子夫人问道。看来江夫人是不知道了。小年之时，圣上领兵攻打戎族边城梁城，围城半月，攻下梁城。这是好事啊。沈小婉并不清楚边关的事，只知道胜了几场。世子夫人摇了摇头。江夫人且听我继续说呀。梁城其实乃是戎族诱敌之策，佯作不敌退兵，实则是为引军入瓮。中武侯李将军以及2万兵马被困。沈小婉背脊一凉，江池不会有什么事吧？圣上派厉将军前去支援，半路遇上坍塌雪峰，被困于山谷之中。世子夫人说着，定定地看向沈小婉。沈小婉怔了怔。世子夫人与我说这些做什么？我一个内宅夫人，着实听不懂。江夫人聪慧，避世于燕京这等浮躁之地，怎么会什么都不懂呢？世子夫人谬惨了，我确实是什么都不懂。
天经如何，你我难道还不知道吗？谁敢说我儿是逃兵？世子夫人沉下脸。江夫人，你也是做母亲的，若是你儿子才14岁就到军营里了。沈小婉也沉下脸，冷声道：世子夫人，我家老二未满10岁便开始在军营里操练，去岁他才11岁便已经上战场打仗了。世子夫人，按照国公府的权势，想要将二公子带回来轻而易举。江夫人，你若是帮我这一次，我以后必定会尽量的帮你的。沈小婉皱了皱眉。江夫人，皇后娘娘一直想让定远将军辅佐太子殿下，但依照夫人您的性子，肯定是不愿意的。世子夫人，这是哪里话？我何曾说过不愿意了？江夫人若是真愿意，当日在游客便不会装傻拒了娘娘了。世子夫人笑了笑。若是换做我也不会掺和这些事儿，只可惜我身在国公府。世子夫人说这话，不怕被娘娘听见？你会告诉娘娘吗？世子夫人越发觉得娘说的是对的，沈小婉是个识趣的人。随着太子殿下的长大，娘娘会努力为他拉拢朝廷文武百官。届时定远将军若是再不表态，依照娘娘如今的性子，恐怕不会放任。沈小婉抿了抿唇，斟酌地说道：相公一心效忠圣上。定远将军是一心效忠圣上，但圣上真的信任定远将军吗？别人不知道，国公府还能不知道吗？外人只以为定远将军是圣上的心腹，可真相呢？我不过是求江夫人去信王边关，请将军将我儿送回京。此事对于定远将军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世子夫人又顿了顿，压低了声音：我可以向你允诺，届时我可以帮你说话。世子夫人大抵是猜到沈小婉的心思，拿出一封信交给沈小婉。我若是办不到，你大可拿这封信上国公府找我。沈小婉怔了怔，我倒是愿意帮去信给相公，只是军营里数万人，二公子又改名换姓了，找起来很有难度，所以还请江夫人帮忙。世子夫人将盖了印章的保证信推给沈小婉，还请江夫人尽快取信。若是我儿有个3长2短，这个便作废。沈小婉犹豫了许久，起身道：同为母亲，我便帮夫人你一回，只是结果如何，我不敢保证。至于这个便不必了，我信世子夫人。沈小婉将保证信推了回去。2月春闱结束后，3月中旬出了结果，小宝仍是会试第2。再有10余日便是殿试，可准备妥了？沈小婉问小宝。准备妥了。娘，这是太子殿下第一次亲自主持殿试，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我的文风。沈小婉道：他喜欢你文风又怎么样？他又做不了主。太和帝虽将主持殿试的事交给太子，但却没有给太子独自决定的权利。但他说话也很重要的。小宝道。沈小婉拍了拍他的肩膀：不怕，娘相信你，你能在1万多人里脱颖而出，便不是平庸之才。其他的阅卷考官定能喜欢你写出的文章。希望吧。小宝想了想，又道：娘，我想要考状元，给咱们家增光。好啊。沈小婉自然是觉得好，不过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无论结果如何，娘都为你骄傲。谢谢娘。转眼便到了殿试这日，4月初10。我儿真是如秀，今日殿试一定能拔得头筹，得个状元回来的。沈小婉给小宝理了理衣襟。今日入宫莫要紧张，可莫要乱了规矩。小宝认真的记下。娘，儿子记下了。来，喝一碗状元及第粥。沈小婉将一碗状元及第粥端给他。都喝光，保准能得个状元。娘，我也要喝。好香啊！
沈小婉看着兰兰板下脸，给你大哥做的状元粥。那我不吃了。兰兰讪讪地收回手。娘，粥很多，没关系的。小宝看旁边还有半盅，便给兰兰舀了一碗。以后三弟也是状元。大哥加油。好。小宝喝完了粥，又吃了些点心，填饱了肚子之后，便乘坐马车出发去内城了。辰时3刻，贡士们全部汇聚在宫门处，等着禁军们一一检查之后，再将他们带入殿试所在的位置。小宝和韩墨等人因是春闱的前几名，所以站在了前端1、2排，一抬头就能看到巍峨的大殿，雕梁画栋，美轮美奂，却又庄严无比，令人不敢多看。和韩墨分开后，小宝直接回府，一回府便先到沈小婉的正院请安。如何？很好。小宝今日答题很顺，自信满满。娘您不必担心。那就好。沈小婉满脸欣喜。见到太子殿下了吗？见到了。小宝点头。太子殿下浑身贵气，瞧着挺有气势的。那是自然，天子贵胄的气度自然不凡。沈小婉想到去岁的事情。他可有为难于你？小宝摇头。我瞧着他似乎根本不记得我，公事公办，没有多说什么。那就好。只等天榜后的传炉大典。小宝点头。沈小婉慈爱地看着小宝。饿了吧？娘让人备了些菜，很快就好了。娘，我与韩墨他们约好出去小聚。娘，对不起。这有什么好说对不起的？沈小婉听罢，很善解人意地让他去。殿试结束了，是该好好轻松轻松。那快回院换身衣衫去吧，别让他们等久了。那我明日再陪娘用饭。小宝心有愧疚的道。好。沈小婉嗯了一声。明日娘给你做好吃的。小宝点头说好，回了院子换了身衣衫，便又离开了。韩墨2人以外，还有不少自认才华不菲的学子也觉得不对劲。江怀瑾、柳元贞等人也就罢了，魏宗思是什么玩意儿？第2名的榜眼叫王滂，乃是江南与柳元贞齐名的一位学子，为人傲气，不善于与人往来，但是才情极高。1甲3名江怀瑾，2甲第1名陆景瑜。紧跟着韩墨、柳元贞等人也依次被叫到了，都是总榜前10。大典完毕之后，太子等人离开，礼部官员捧着皇榜出了皇宫，将其张贴于宫墙之外的闹市中心的围墙之上，敲锣鸣炮，引百姓观榜查探。等小宝游完长安大街回府，已经是未时过半。娘，咱们家的探花郎回家啦！大哥快坐。多谢三弟，私房盐不少。兰兰笑着收回荷包。大哥，你如今是探花了，是不是可以直接入朝为官了？是的，可以直接入翰林。翰林主要负责掌修国史实录，记录皇帝言行，草拟典礼文稿。大哥若是无聊，不如将糖糖带去。翰林院做事乃是庄严之事，你别胡说八道。沈小婉不赞同地看向兰兰。你二哥不在，你反倒是越来越皮了。入了翰林是做什么职位？修撰还是编修？魏思宗是6品修撰。小宝顿了顿。我和另一人则是正7品编修。沈小婉点了点头。那何时上任？等官袍做好了，就能正式上衙了。那还需几日？沈小婉顿了顿。你考中了探花是好事，娘给你好好庆祝一下，邀你的同窗朋友们过来做客。小宝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过些日再说吧。那等琼林宴之后，大家的去向都安排好了，咱们再设宴。小宝点头。听娘的。大哥，我也想去。皇宫内院有什么好看的？
沈小婉忍不住笑道：“哪有诗句里描写的那么好？皇宫内院的规矩你还不知道，也就骗骗未曾入宫面圣的人罢了。以后有机会去见识的。”沈小婉拍了拍懒懒的肩膀：“快去教堂堂认字。你可了解魏思宗这个人？”小宝摇头：“我只知道这人在越州确实是个人才，但到燕京之后几次被韩墨笔下，后来便未怎么关注了。只是没想到他竟然是状元，不知他是不是平日有所保留，还是……”欲言又止的话，沈小婉明白，他前些日入了丞相大人的眼，应该受了丞相大人的点拨。小宝惊讶，什么时候的事？他们竟然一丝消息都没有听到。你们不知道也是正常。沈小婉道：“正月灯会时，魏思宗救了差点被人贩子抱走的文家长房的姑娘，文家甚为感激。但事已至此，只能说我们技不如人了。”你在娘的心中是最厉害的。娘，您别这般夸我，我知道我的本事的。娘的儿子呀是有本事的。沈小婉抬头看了一眼一直提着耳朵听他们说话的懒懒，笑了笑：“此事已定，你莫要再多想。至于魏思宗到底是不是有真本事，以后便知分晓了。”我知道的，娘。晚上可要出去与同窗相聚，若是不去呢，娘现在去安排饭食。不去，在家陪娘吃饭。沈小婉笑着点头：“好，那我去安排着。”娘，不用太麻烦的，和往常一样就好。这哪行啊，你可是咱们家的探花郎，得好好与你庆贺一番。沈小婉提着裙子便匆匆往厨房走去。江家这边说起的谈话，在韩家、陆家等各家也都纷纷说起。王胖、柳元贞和怀瑾也就算了，魏思宗算什么玩意儿？韩墨浑身戾气，就算他被文丞相点拨，也不能1-2个月便能答出超越怀瑾的文章。这场殿试分明就是有假。文丞相、魏太傅等诸位考官，莫非是沆瀣一气，排除异己，趁圣上不在燕京，故意将魏思宗钦点为状元？祖父，您就能看着魏太傅又借势起来？文丞相以前不曾插手，如今却与魏太傅合谋，为的是什么？住口！韩御史喝止住韩墨继续的话：“钦点3甲，乃是太子殿下钦点，不可胡说瞎猜。你不可因一时心中不平而胡言乱语。下去！”韩墨不平，但碍于祖父和爹，只能悻悻离开。这事的确奇怪。父亲，墨儿所说的话未尝没有道理。前几日文丞相的确帮魏太傅说过话，并且赞同魏太傅的提议。虽说此举有几分可行性，但却不符合文丞相的性子。他向来是谨慎小心，从不会落人把柄，不会直接在大殿之上赞同的。太子年幼，耳根子柔软，前3甲恐怕全是文丞相等人安定的。我以为他是凭本事考上的。世子夫人笑了笑：“他的确有几分本事，却也不至于从2甲之才一跃到了1甲头名。殿试之后1日，圣上特意连夜派人从边关送了旨意回来，负责殿试的主考官们连夜入宫，直到天亮才出宫。”沈小婉一怔，回家后：“你可了解魏思宗这个人？”小宝摇头：“我只知道这人在越州确实是个人才，但到燕京之后几次被韩墨笔下，后来便未怎么关注了。”说到这儿，小宝语气失落：“只是没想到他竟然是状元，不知他是不是平日有所保留，还是……”他前些日入了丞相大人的眼，应该受了丞相大人的点拨。小宝惊讶。5月下旬的时候，太和帝已经回京，他身上的毒已经解了。太和帝休养了莫约半个月，便撑着身子重新上朝了。上朝之后下的第一道圣旨，便是加派兵力攻打荣祖。沈小婉知晓这个消息时，气得摔了几个茶盏。他的命就是命，其他万千将士的命就不是命了吗？叔父日子过多了，总想打仗，他怎么不自己去战场上？让太子去啊，让其他几位殿下去啊！夫人，
您别生气，千万莫要因为这些事儿气坏了身子，不值当的。我只是为边关的百姓们叫不平。娘，您的眉头都起皱纹了。什么？沈小婉忙捂着额头。不会吧，娘真老了？骗您的。娘，您与儿子说，儿子帮您想想办法。大人的事儿，小孩莫捣乱。3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娘，您别小瞧人。兰兰狡黠的眼睛转了转。娘，您愁的是不是边关打仗的事情？看来儿子是猜对了。兰兰点了点头。娘，您别多想，依照爹的本事，必定能打败戎族，安然归来的。您别瞎想了。娘在想，若是有一种能炸开山的东西就好了，能帮你爹不少忙。炸开？兰兰深思片刻。烟花吗？一下子就在天上炸开了，五颜六色的，还怪好看的。顿了顿，又笑道：娘，那边关打着仗，突然天上爆出了烟花，倒是挺吓人的，说不定还能吓死好几个呢。沈小婉听罢，抬手敲了兰兰一下：取笑娘。儿子不敢。兰兰正了正色：儿子只是不知道娘为何突然会这般想，若真有能炸开山的东西，早被想出来了。小宝和兰兰一番努力后，虽然没有找到火药的相关之词，但是却从书上找到一些关于炮竹烟花的制作手艺。娘，只知道做炮竹有什么用？将炮竹点燃了，扔戎族军队里去，也最多疼一下。兰兰托着腮想了片刻：将分量加大一些是不是可行？沈小婉点了点头，这倒是个办法，至于行不行，要试一试才知道。小宝道：但配方上的东西可不好配齐。这倒是。不能寻旁的东西代替吗？兰兰问道。这倒是不知了。我再查查去。去吧。沈小婉只交代跟仆莫让他出去惹事，便不再说什么，估摸着弄也弄不出来。小宝也说去书院再翻一翻书，若是找不到，再去宫里的书库来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法子。去吧。现在农历6月了，正是最热的天气。玩累了吧？看，满头是汗。沈小婉说着，拿手绢给安安和糖糖擦汗。饿了吧？回正院去歇息片刻，就该用饭了。一行人正缓步往回走，结果刚走出没几步，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随即众人便感觉整个地都在晃动。这是地动了？不是。沈小婉皱着眉，片刻后突然想到什么，立即大喝：快去三公子的院子！等沈小婉踉跄地跑到兰兰的院子时，院子的一角已经塌了，变成一片狼藉。他左右看了一眼，并未看到兰兰的身影。兰兰，你在哪儿呀？夫人，您的手。杜鹃看着沈小婉的手被木钉给刺出血了，仆从侍卫们找。兰兰，娘，兰兰不见了。兰兰在下面。是。沈小婉眼睛被泪迷住了，声音都不成调子了。我在说他就在里面，他一直在屋里。我的兰兰。沈小婉望着眼前坍塌的墙垣，千万不要有事，千万不要有事。你要是出了什么事，让娘怎么活呀？娘，兰不会有事的。兰。若干的侍卫一起搬动着屋瓦木梁，很快在靠里面的一个角落找到了昏迷过去的兰兰。娘，醒了，醒了就好了，醒了就好了，可把娘吓死了。兰兰有气无力地喊着：娘，是哪里疼了？哪里不舒服和娘说。就是身上疼，头也疼，
娘，我受伤了。沈小婉把他们将她从废墟堆里扒拉出来的事情和她说了。幸好你没事，吓死娘了。让大夫再给你好好检查检查，你要是有哪里不舒服，记得和大夫说啊。府医很快就被请了进来，仔细把了把脉，问兰兰：可还觉得哪里不舒服吗？伤筋动骨100天，三公子得好好休养3个月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哪里疼？沈小婉又问兰兰。趁着府医在这儿，哪儿不舒服都说出来，别忍着。兰兰深吸了口气。头有些疼，心口有些恶心，想呕。不会的，夫人，老朽再加一些安神镇痛的药，药材相辅相成，对三公子有益的。那便好。沈小婉让府医去开药，又让杜鹃守着熬药，等会儿给兰兰喝了，再让她睡。下午好端端的，怎么会砰的一声爆了？娘让你看书，你怎么去拿了鞭炮来玩？不知道那东西很危险吗？娘，我也没想到会爆了。娘，我知道为何会爆开了。兰兰将自己的推测说与沈小婉听。不行，你别说这些了，我不允许你再沾染这些了。你知道今日有多危险，娘差点就失去你了。娘知道你很聪明，很多事情一学就会，可当娘求你了成吗？这么危险的事情，娘不想你去做。兰兰心中一痛。娘，我不会再试了。说话算话。娘，我不会再试了。我只是在想，要不要把这个法子告诉爹？爹若是需要，便可以让人去试试；若是不需要，便罢了。娘知道了，睡吧。明日一早，我带糖糖过来陪你说话。好。小宝从兰兰这处离开，去了正院。沈小婉正在算账，见他过来，很诧异。怎么过来了？兰兰睡下了？睡下了。小宝道：娘，何管事去边关了？让他给你爹送东西去了。娘，您真的要让爹去用这个法子啊？这我只是告知你爹，至于用不用，都听他的。若是真能帮你爹早日拿下戎族边城，那你爹也能早日归家。您不怕被……小宝欲言又止。你爹有分寸。娘，这真的没事吗？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好好的做事，争取早日入了长院大人的眼，也好带着你去御剑行走。不要瞎想。可……小宝叹气。小小年纪学人叹气做什么？被惦念着的江直晒黑了很多，胡子拉碴。江直刚从山里出来，河西6月带来的消息对他很有帮助，在考虑过后便让他开始试验，现在已经做出了可用的火药。但因为是自家老三骨折受伤换来的，所以江直并没有直接交给军队，怕被猜疑，也更不敢做好了拿出来，所以隐瞒了一部分，只是让自己的一个手下在李将军面前提了一个醒，然后让其他人去研制，所以才拖延到了8月才做出来。夫人，边关又传了消息，老爷他们已经将皇城、墨城拿下，假以时日，叶山关口之内的城池也不在话下了。边关的人都说，南州是代表天神处罚戎族当年的侵害，所以皇城境内才会降落天罚，城墙摧毁和山石崩裂，还有的地方出现了巨坑，都是老天爷对戎族的惩罚。沈小婉笑了笑，这莫约是江直他们故意散播的谣言吧？谣言虽假，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谣的人多了，信的也多了，那便是真的了。沈小婉望了眼初冬时的灰色天空，看着这天要下雪了。奴婢听说通州那边已经下过雪了，第一场雪铺得很厚，瑞雪兆丰年，来年必定又是一个丰收年。小宝从外间进来。
在衙门里可听到消息？小宝嗯了一声。爹这回又立了大功，拿下了皇城墨城，现在边关的人都说爹是战神。你爹和你曾祖和祖父一样，都是能征善战的人。镇远将军。小宝想到当初的镇远将军府的威名，最后消失于朝臣的嫉妒之中，心中喟叹。爹如今又立了一大功，是不是应当……你爹如今是手握兵权的大将军，已是从一品，镇远将军的虚名要不要都没关系。沈小婉觉得太多的名头压在江直的身上，容易招人妒恨，手中有兵权就成了。圣上如何说？小宝摇头表示不知，只知道圣上极高兴，大赏了报信之人。那你爹应该能得到一些好处。小宝点头。如今有了火药，你爹这仗也不难了。小宝嗯了一声。圣上只在9月初时往边关送了一批粮草，10月的边关便出现天罚之言。看来制作之处应该是在去往边关的路上。沈小婉并没有试图探寻火药的秘密，只是猜到了这一点，便不再多说了，以免落入有心人的耳朵里，从而引起圣上的猜疑。希望这个火药能让你爹早日回来。若真能提前犒赏爹就好了。翌日上晌，太和帝身边的首领太监柳平便上门传了一道圣旨，宣称定远将军有勇有谋，骁勇善战，连夺2城，特擢升为1品镇远将军。臣父谢圣上恩典。沈小婉跪下，恭恭敬敬地向首领太监柳平手中的圣旨道谢。哎呦，夫人可快快请起呀！柳平扶起沈小婉，将圣旨交给他。这一切都是镇远将军应得的。镇远将军功绩赫赫，圣上为表圣心呢，特意颁布此圣旨，还盼镇远将军继续为国出力，夺下戎族啊！相公一定会与江家祖辈一般，忠于朝廷，为国效忠。有镇远将军在边关，圣上便放心了。当初镇远将军府的牌匾还在，圣上啊，特命我从库房里找出来的。这牌匾的料子很好，现在都还完好无缺的，就如同如今的江家一般呢。说话间，几个侍卫抬着一块上等乌木制作的牌匾走了过来。柳平道：夫人，不如现在就挂上吧。沈小婉点头。好。皇宫侍卫们将那一块尘封了几十年的牌匾重新挂在了江家的门檐上。徘徊俯仰，荣羽风流，刚则铁画，媚若银钩。柳平念了一句词。江凌霄老将军的字真是极有气势啊。江凌霄是江家上属4、5代的一个将军，不仅熟读兵法，善于排兵布阵，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更是样样精通，是江家一代天才。只可惜好人命不长，30余岁便死了。柳平道：挂好了，那我也回宫复命去了。恭送柳公公。恭喜夫人，现在是1品夫人了。杜鹃也说着道喜的话。也恭喜老爷，现在执掌40万大军。11月的天，冷风习习。娘，小宝和兰兰在衙门和书院得到消息就赶了回来，看到门檐上高高悬挂着的新牌匾。娘，这是新的？不是，是以前你们祖父还在时家里挂着的那一块。沈小婉解释道：据说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是你们曾祖父寻摸来的，这上面的字呀，也是他写好了雕出来的。曾祖父的字真好，皎若金龙，铁画银钩，气势十足。娘，我们要去祠堂和祖父他们说。好。沈小婉将圣旨交给他和兰兰。
你们俩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江家高兴的同时，也有几家人不喜。钟武侯的李夫人在得知消息的时候，连摔了几个茶盏。江直他何德何能，能坐上大将军的位置？连侯爷也要听江直的指挥，这还有没有天理了？也不知江直给圣上灌了什么迷魂药。沈氏，她也不过是个乡下种田郎的女儿，一副小家子气，如今竟然一步登天成了一品将军夫人，竟然和本夫人平起平坐了。李夫人越想越火大，不行，不能让她这么风光。除了钟武侯府以外，还有魏太傅府魏家。魏家的老夫人耷拉着眼皮看着几个儿媳。你们急什么？江家如今倒是风光了，可他挡了那些愚蠢无脑的武将们的路，且看着吧，江家的好日子过不了多久了。钟武侯府和周将军家可都不是善茬。魏家大夫人想了想道：母亲，那儿媳啊，多与钟武侯府这几家走动走动。他势必要报了心中的仇。魏家老夫人奸笑两声，可魏家三夫人难得的聪明一回，若是能让厉家也与江家不和便好了。雨一直下着，后半夜开始飘起了雪花，等到第二日白日时，整个燕京城都成了白皑皑的一片。洪氏穿着披风，冒着风雪来了江家。恭喜你啊，一品夫人。洪氏玩笑般的和沈小婉行了一礼。江夫人，你瞧瞧，妾身这姿态可标准啊。洪姐姐，你莫打趣我了，快快坐下。知道你上门，赶紧的让人备了你喜欢吃的橘子。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昨日得知消息时啊，便想着上门来道喜，只是临时有事，便没过来。沈小婉嗯了一声。昨日许多夫人都上门道贺了，只是相公不在家，也不好办酒席招待他们，只能请各位夫人先喝一杯热茶，等相公真正凯旋归来之时，再请大家过来热闹了。哎，这是人之常情嘛，你不必太过担忧。洪氏笑道：哎呀，如今倒是好了，现在江将军啊，真正成了圣上眼中大红人了。洪姐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性子，昨日接到圣旨时，腿都差点吓软了。怕什么呀？皇恩浩荡，受着便是了。是啊，感激圣上恩宠。沈小婉无奈地笑道：比起这个，我更希望他能早些回来。唉，谁不是呢？洪氏想到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叹了口气。沈小婉拍了拍洪氏的手背：洪姐姐别急，如今咱们南州势强，想必要不了多久就能攻下戎族回京的。但愿吧。洪氏淡淡的笑了笑：哎，不说这个了，我今日过来啊，是向你道喜的，顺道来看看糖糖。说着四处张望着。哎，糖糖呢？在睡觉呢，昨夜做了噩梦，醒了几次，哭闹之后，今日便没有精神了。会儿醒了再让他过来。让他睡吧。洪氏也看着窗外的雪花，想到之前的闹剧。我与你说啊，如今江将军擢升为了大将军，统领边关几10万兵马，有些人恐怕会不甘心，你可要小心一些啊。沈小婉正了正神色：洪姐姐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吗？是我大嫂与我说的，她今日从娘家回府，路上碰见了魏家大夫人去钟武侯府。魏家大夫人和钟武侯府有什么交集啊？昨日圣旨一下，今日竟然上门去拜访，这中间有什么还能猜不到吗？时光飞逝，转眼便到了太和9年。这一年夏天，南州大军已经攻至戎族长河100里之外的城。这一年秋天，戎族内忧外患，戎族大王病倒在床，是以其中便有心思活动的继承人与谋臣们协商着向南州求和。圣上，
2年旱灾，更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如今国库不丰，不可再战，圣上三思啊！圣上，大战近4年，尸横遍野。这远将军上奏的折子中说，万秦将士已是疲乏之态，亟待喘息之机呀。圣上，镇远将军还说要下一批粮草，可现在国库根本拿不出来。灵侍郎又上奏增加赈灾粮草。圣上，中年留起髭须的太和帝满脸怒色。诸位爱卿，戎族内乱正是攻城的好时机。如今只有3城便攻至长河之境，越过长河便能深入戎族腹地，攻下戎族已是指日可待。而诸位爱卿竟想同意戎族的求和。戎族的借口多样，保不准在求和2年后再次攻打。戎族都是狡猾不守信用之徒，诸位大人还不清楚吗？魏思宗成为太和帝的心腹之臣，很会揣摩太和帝的心思，附和道：现在戎族内乱，借此机会扰乱戎族，攻下戎族，扩大国土，这才是民之所向。如今已在御前行走的小宝抬眼看了看魏思宗，他不喜魏思宗，不喜魏思宗的提议。这一场仗打了足足4年了，爹娘分开4年了。陆明鹤沉声道：魏大人，你不要忘记了，南州、春州等地还在闹灾，江南又有水患，今年都是颗粒无收，国库不丰，根本无法供出赈灾之粮和边关的粮草。是啊，圣上，边关将士数万，1月便要吃下几万担粮食，即便省吃俭用，也支撑不到岁末呀。户部侍郎大人道：圣上，边关将士要吃饱喝足了才有力气打仗，如果粮草无法供给，这恐怕……文丞相思忖须臾后也道：缺少粮草便想法子便可以再多征一些税。郭大人，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今各地干旱，江南又有了水患，赈灾粮食都不够，你还想征税？韩御史道：顾大人面上有些难堪。今年干旱，明年便不会再旱了，大家再忍一忍，艰苦一些，明年便好了。你这分明是想让百姓去死啊！韩御史斥责道。魏太傅道：韩大人此言差矣，为国出力乃是百姓的荣幸。文丞相沉默了许久道：圣上，若是南州这2年没受灾，国库丰盈，老臣自是赞同继续打下去的。但如今国库不丰，粮草不丰，将士疲倦，的确不再适合继续打下去啊。既然戎族愿意求和，那他们必定是有极大诚意。圣上不若将戎族以长河为界，长河以北为戎境，以南为南州之境。文丞相道：前朝之时，长河以南之地皆是华国，这些城池百姓早年也是我们族人，如今收回来也帮他们圆了回乡之梦。韩御史等人也是赞同。圣上，丞相大人说的有道理啊，戎族既想求和，那便让他们拿出诚意。长河以南的数城作为求和之力极好，再以长河为界，固守渡河之处，从今往后戎族再不是忧患。太和帝思忖着，魏思宗见太和帝沉默思考，知道他是动摇了，皱着眉反问文丞相：可若是戎族不同意呢？文丞相官场经营几十年，岂能不明白魏思宗的意图？他朝圣上道：圣上天威圣言，戎族若是不成，又岂会求和？韩御史道：若是同意求和，圣上一定要派能舌战群雄的庄大人前去，或者凌大人前去，这般应当便8、9不离10了。魏思宗眼中闪过一道暗光。圣上，依臣之见，还是不可全听戎族之言，万一是个圈套呢？微臣以为，还是应当做好万全准备才好。圈套？小宝再次抬眼看着魏思宗，戎族求和的文书是爹派人快马加鞭送来的，
魏思宗岂不是说是他爹搞的鬼？韩御史听罢这话笑了。哼，魏大人认为边关有人动手脚？魏思宗眨了眨眼，忙道：韩大人，我并非是这个意思。我也知边关将士期盼停战归乡，若是真心求和自然是好。我只是认为戎族突然开口求和着实奇怪，若有其他所图，我们小心谨慎一些，总没有问题吧？小宝心中冷笑，魏思宗这是想给圣上上眼药吗？是想说求和多是边关将士不愿打仗才提出的所想，他怎么敢这么说？魏大人，你若是认为戎族有圈套，便彻查便是，含沙射影可不妥。韩大人直言道。魏大人忙道：大人误会了，我只是说戎族真心求和也是极好的。哼！居心叵测的毛头小子一个，以为攀上了皇后的娘家和魏太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真是痴人说梦。韩御史三言两语便将事儿推到了魏思宗的身上，给他安了一个诬陷忠良的名头，让他自己与圣上掰扯去吧。魏思宗立马跪下陈情：圣上，微臣绝技没有陷害镇远将军的意思，请圣上明察。今日就这般吧。微顿片刻之后又道：文丞相、太傅、韩御史、赵国公、周国公、武安侯，还有几位尚书留下。无关的朝臣叩拜退朝了，被点名的人则随太和帝去了御书房。一行人再针对求和之事深入商讨。小宝出了大殿，回了翰林院，将事情放下后便回府。阿莫，你怎么在这里啊？等你啊。韩默笑着与小宝一道走回去。早朝上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也别放在心上。若戎族真心求和，对南州也是一件好事。南州国内灾荒，再与戎族打下去，也不过伤敌1000，自损800罢了。小宝无奈地笑了笑，只是圣上似乎有些顾虑。圣上不过是被魏思宗那王八蛋玩意儿给蒙骗了罢了。阿莫勿要言这些。小宝警惕地看了四周一眼，压低了声音道：我知晓。韩默顿了顿：我骂魏思宗呢，圣上知道又如何？小宝担忧地看着韩默：你不怕？怕什么？我忠心耿耿地为圣上办事，又没有做伤天害理、贪污受贿之事，不会怕的。若当真就此停战，镇远将军他们应该就会回京了吧？不知道，或许会戍边也说不准。小宝道：戍边也比打仗好，至少可以常回燕京和你们见面了。韩默道。小宝嗯了一声。晚些一道去翠月阁看看新出的几幅画，说是前朝嘉庆38年的状元刘凯之的画。小宝点头。叫上景瑜。这些日他太忙了，恐怕无暇过来。韩默道：那咱们几个去就成，还有柳元珍。小宝笑道：就怕你家闺女不让你走啊，女儿倒是黏我。陆景瑜也在太和8年成亲了，现在已有一子，刚百日不久。你也该早些成亲，等我们儿子满地跑了，你还是孤家寡人一个。韩默劝说着：当初我娘说将我表妹说给你，你还不喜。你不喜她便罢了，那安平郡主、张家的小姐、周国公府的郡主，这些都是燕京享誉盛名的姑娘，都爱慕于你，你不如挑一个，又不是大白菜。小宝道。韩默道：那你喜欢哪样的？兄弟帮你留意。小宝脑中闪过一个容颜，温柔爱笑，善良大方，心中叹气。不好说。韩默轻笑：你呀你。前方已经到韩家了，韩默与小宝挥了挥手便归家去了。小宝继续往外走。小宝回到府上：大哥大哥。小宝弯腰将糖糖抱了起来。娘呢？糖糖摇头说不知道。娘买漂亮衣衣不给我买。大哥给你买。要多多的，漂亮的。好。大哥，你别被他骗了。12岁的兰兰已经长成了俊俏少年。娘在屋里呢。
兰兰指了指屋里的方向，小声道：“娘知道边关的消息了。”小宝会意，将糖糖递给兰兰：“我进去看看。”进屋后，小宝看到沈小婉正在插花，看着心情不错。“娘，儿子回来了。”“今日怎么回来的这般早？翘班了？”“嗯。”小宝看着娘手中摆弄的花枝：“娘，您知道边关的消息了？”“这又不是秘密，娘不瞎不聋的，知道不是很正常吗？圣上可同意求和？”小宝将朝堂意见分两派的事情说了一遍。“吵得厉害，暂无结果。”“说求和了，你爹和闹闹就能回京了。”“也许会戍边。”“那总比打仗好。”小宝嗯了一声。沈小婉心中叹气：“唉，若是不打仗了，你爹又不回来的话，我带你妹妹啊去边关住几个月。”小宝早料到了。“那让兰兰和安安一道去，左右他们也无事。”“再看吧。”沈小婉想到老二闹闹，手机闹闹也有15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娘，我没事。”沈小婉笑着看着小宝：“晚些想吃什么，我让人去准备。”小宝想到韩墨的邀约：“娘，下午我要出去，大概晚上不回来用饭。”“去见谁？”沈小婉偏着头看着小宝：“是那位阮姑娘吗？”小宝耳垂刹那间红了：“娘，不是的，我与韩墨约好去翠月阁挑花。”“挑着好的给你先生送一幅去。”“去吧去吧。”小宝笑得很无奈：“娘，哎呀，去吧去吧。”兰兰在旁边用口语说道：“大哥加油，给我们把嫂子带回来。”戎族求和之事，在经过文武百官几日的口水战之后，太和帝终于同意了，同时命几位大人同行前往边关谈判求和。这下可好了，终于能回来了。洪氏得到消息的刹那，便立即寻了人翻修屋舍。洪氏已经摩拳擦掌，将自己看好的姑娘的名单都过了一遍，还不忘记问沈小婉：“这些姑娘中没有你给怀瑾挑中的吧？”沈小婉瞄了一眼名单，确实有几个她比较看好的姑娘。“没有。”微顿片刻，又指出其中几个姑娘的名字。“这几个姑娘身份都很好，模样也是一等一好，也都是天真性子。”“那我见见这几个，等丽远回京了便定下。”“万一丽远回京带回一个营中武将姑娘，那红姐姐岂不是白忙活了？”沈小婉忍不住笑道：“呵呵，那我真是谢天谢地了。”太和帝派出去谈判的大臣在去往边关的路上遇刺，九死一生，侥幸活了下来。在大臣重伤未醒之时，同行官员侍卫迅速上奏朝廷，同时与当地官府合作，迅速展开彻查，在案发的现场死掉的刺客身上查出了戎族人的物件。“戎族欺人太甚，给朕攻过去！”文丞相跪下劝谏：“圣上三思啊！圣上三思啊！”一些赞同求和的臣子纷纷跪下劝谏：“此事现在还未查清，并不能证明一定是戎族所为。”诸位大人，此事已经查明确实是戎族人所为，这说明什么？说明戎族根本不是诚心诚意的求和。魏思宗道：“戎族既然毫无诚意，那便好好给他们一个教训。”文丞相皱眉：“魏侍郎，你说的轻巧，如今国库不丰，如何能继续打下去？”魏思宗道：“丞相大人，您莫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戎族如今内乱，俨然已经是秋后蚂蚱，蹦跶不了多长时间。大人你年纪大了，做事不可如此优柔寡断。”“庶子，尔敢如此不尊！我入朝为官之时，你还没出生来。”文丞相怒极：“文大人啊，魏大人并非这个意思啊！”赵国公看着魏思宗这个庶孙女婿，皱了皱眉，但还是帮他开腔：“不过他这句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咱们这一辈老臣年岁已大，牵挂太多，做事反而畏手畏脚，换做年轻人便果断勇猛。”
文丞相冷哼：果断勇猛就不为百姓着想了？果断就能凭空拿出几百万担粮草？圣上，若是魏大人能筹集出1年的粮草，那老臣也没意见。赵国公府笑笑，也不生气。文大人，您这不是说笑吗？魏大人一人之力，哪里筹得出这么多粮草啊？他筹不出，只有你这个爷爷帮忙。赵国公脸僵住了，这话可不能随意接。文大人说笑了，这里是御书房，可不是论家事的地方。说着转身朝自己的女婿太和帝拱了拱手。圣上，现下最关键的是戎族竟敢包藏祸心，刺杀弹劾使臣。陆国公，戎族已经求和，怎么可能还行刺呢？圣上，请您明察。怎么不可能啊？戎族内乱，戎族大王30几个儿子，想要求和的乃是戎族太子，其余的皇子可不一定想要求和。陆国公道：这便是我们要去查的。为了百姓，为了边关将士，这仗也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圣上三思啊！太和帝此刻怒火中烧，又有人在旁怂恿，如何能听从？直接下令再增税，同时下令命江直集结兵马，继续攻打戎族，直取戎族。秋风瑟瑟，寒凉入骨。文大人，这可如何是好啊？韩御史追上文丞相的步伐。现在圣上被奸人蒙蔽，百姓恐怕……哪里是被奸人蒙蔽，分明是圣上不甘就此收手罢了。文丞相摸了摸斑白的胡子。老了，老了。大人你……韩御史看着自称已老的文丞相。我回去再写简书吧。文丞相听罢叹了口气。小心啊。多谢大人。韩御史与文丞相分别之后，又匆匆去见了几位大臣官员，相谈了一番，决定明日一道上折子。消息传到定远将军府时，沈小婉正在看堂堂弹琴。出什么事了？弹劾的事情恐怕没办法进行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说是戎族不是真心求和。不是真心求和？沈小婉觉得不可能，如果不是真心求和，江直怎么可能上奏？不真心求和，戎族能将姿态摆那么低吗？小宝也是在怀疑。沈小婉道：哼，我看分明是有人不愿意战事停下，继续打仗对谁有利？匈奴。能与南周对抗的只有戎族和匈奴，其他夹缝生存的小国不敢。小宝自然也想到了，但有线索说是戎族的人。沈小婉皱眉，也许是匈奴陷害。戎族内部争斗激烈，戎族太子求和想要求援，其他的皇子想必也有打算。小宝顿了顿，娘，您做好心理准备，爹或许暂时不能回京。娘知道了。沈小婉担忧地看着小宝，这魏思宗真不是个好东西。娘，他如今入了圣上的眼，之所以这么做，也只是代圣上说话罢了。沈小婉抿了抿唇，她决定去找世子夫人说一说。如今世子妃的次子赵晨景经过2年的休养，身子大好，如今在书院念书，莫约等下一次春闱的时候会下场试一试。国公爷如今越发重视魏侍郎了。沈小婉道：魏思宗上道会巴结，也说国公爷了，老夫人也被他哄得眉开眼笑的。沈小婉讶异的挑眉，他娶的是二房的女儿吧？老夫人不喜二房，但对下面的孙辈还是慈爱的，越老越爱听那些哄人的话。我知道江夫人你想说什么，弹劾的事情若是不能谈，镇远将军归期便不定。但是这件事上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毕竟是圣上开口的。不过江夫人不必担忧，现在国库空虚，哪有粮草打仗？不吃不喝的打仗吗？边关的将士能同意吗？
沈小婉淡淡一笑，一切听从圣令。这些场面话也就随口说说罢了，人都饿死了，刀都举不起来了。沈小婉默然了。不过你放心，魏思宗再厉害也不过是个庶孙女婿，等陈景来年次科考了，这陆家便不是魏思宗想攀就能攀上的。世子夫人冷笑，哼，先让魏思宗蹦跶几天，让他从高处落下，狠狠地摔个鼻青脸肿才有意思。昨日陈景才经过国公爷和世子爷的考教，都夸他文才俱佳。世子夫人笑了笑，再透露一个消息给你，魏思宗常去春风楼。别说姐姐不帮你，这如何做就单看你的手段了。说罢缓缓起身，快速离开。杜鹃皱眉看着世子夫人，夫人，这世子夫人比起前2年越发嚣张了。大概是心冷了，派人去查一查，看一看这陆家的乘龙快婿私下里到底是如何一个人。夫人是想让魏思宗和陆家闹翻？一个女人罢了，不至于让魏思宗和陆家决裂，顶多只能让魏思宗内宅不和罢了。查查他私下的行事，他能这么快从翰林院跑到礼部侍郎的位置，仅靠陆国公一人怕是不行。奴婢明白了。在所有大臣头疼不已之时，江直命人快马加鞭送来了澄清的奏折，表示戎族太子是极有诚意求和的，并未派人刺杀弹劾的使臣。圣上，戎族太子既然自称没有歹念，还愿意给南州一个交代，不如静观其变。若是无法给一个满意交代，再下令攻打也不迟，正好趁着这期间筹集粮草。文丞相道：圣上，丞相大人言之有理，不若先静观其变，等看到结果之后再说也不迟。户部尚书巴不得如此，太和帝阴沉着脸将江直等人的折子扔在地上。韩御史道：圣上，不如暂缓计划，等待戎族太子给出结果之时，也给将士们一个喘息的时机啊。太和帝沉下脸。陆国公以为呢？圣上，丞相之话不无道理。现下单看户部尚书大人何时能筹够粮草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粮草，就算镇远将军是战神也打不下去。我们不妨做两手准备，等待戎族的诚意的同时，准备好粮草。若是对于戎族不满意，再做打算也不迟。太和帝犹豫许久，最终还是答应下来，因为确实缺粮。本以为戎族太子会给出一个解释，却不曾想戎族太子调查一番后表示，并非戎族人所为，一定是有人诬陷戎族，破坏两国的谈和事宜。当消息传至燕京时，太和帝再次发怒，将手中的折子重重地扔在韩御史等人的脚跟前。这就是你们说的静观其变，等候戎族太子的结果。文丞相弯腰捡了起来看了看，江直他是想反了吗？太和帝将江直的折子用力地扔在地上。还竟敢帮戎族说话，他还有没有把朕放在眼里？韩御史弯腰将江直的折子捡起来看了看，江直并未为戎族说话，只是在戎族太子声明并非是戎族人所为，请圣上彻查的基础上，将自己的猜测写在了上面。圣上，韩御史的话还未说出口，魏思宗这时开口：圣上息怒，不若派人去查探江将军，看他是否与戎族勾结。来人啊，传朕旨意，速将江直带回燕京。圣上三思啊！圣上三思！圣上息怒！瞬间跪了一地的官员。这些文臣即便与江直关系不近，但也知江直在边关的作用。若是少了江直，单靠剩下的那些将军，能守住城就不错了。你们！太和帝气得大怒，身子直往后仰。文丞相立即道：圣上息怒，边关危急，
戎族和南州还依旧在对峙，若是贸然将镇远将军带回燕京，恐生变故。圣上三思。边关不止江将军一人，如今戎族求和，应当不会有事。魏太傅道。魏太傅！文丞相气红了眼，怎么会有这般愚笨的猪队友？真是越老越糊涂啊！江将军在边关的意义，还需我说明吗？戎族虽求和，却是因为被江将军他们打得不敢正面对上。若是江将军一走，戎族卷土重来，可怎么办？丞相大人自然诧异，边关除了江将军以外，还有李将军、厉将军、周将军、马将军等10几位大将军。纵然江将军回了燕京，李将军他们也能抵挡外敌的。魏思宗嘴角一笑，哼，更何况圣上要调查谁，还需要征求诸位的意见。江将军只是南州的将军，而圣上是南州的主人。这话成功的让太和帝更加深信江直有异心，而在场的官员们更是心藏歹心，不将他放在眼里了。来人啊！圣上三思。圣上息怒。圣上，使不得，使不得！文丞相哀求道。贸然将江将军带回，恐会扰乱军心，请圣上明察。请圣上明察。请圣上明察。百官齐齐道。太子此刻也跪下帮忙。父皇，贸然将江将军带回，的确会引发骚乱。军心若乱，何以抵挡戎族外敌？不如命边关的温大人仔细查证，若江将军真有旁叶，再带回京城审讯也不迟。圣上，太子殿下言之有理。文丞相等人也及时赞同。太和帝考虑过后，便下了密令去边关，让早已抵达边城的温大人暗查。文丞相望着阴沉的天叹气，风雨欲来将摧城，莫约又要再来一次了。摇着头离去，不再说什么。小宝匆忙地赶回家，顾不得叫起行李的仆从，疾步回了书房。沈小婉已经知道小宝回家了，猜到莫约是宫中出了什么事，担忧地去了东院寻小宝。进屋的时候，便看到小宝正坐在书桌前集书。小宝见沈小婉进来，忙将手上的纸收起来。藏什么藏？出什么事了？没事的，娘。是一些事没有做完，我拿回家做，都是些机要之事，不好给娘细看。娘稍等片刻，我弄好了再过去用饭。小宝暗暗松了一口气道。晚些时候，小宝用过了饭，到沈小婉的正院。兰兰率先察觉到小宝进屋，糖糖跟着喊大哥哥：大哥哥，去玩。大晚上的能去哪里玩？就知道玩。娘，既然糖糖想要去玩，不如带她去云山小住一段时日。我记得糖糖很喜欢玩汤泉里的水，而且冬日来了，这般冷，去温泉庄子倒是暖和一些。初冬还不冷呢。已经开始下雪了，不大，但风吹着冷得紧。那出门时穿厚一些，披风呢也拿最厚实的。沈小婉顿了顿，手捧炉也别忘记了拿。我知道的，娘。小宝悄悄地看了一眼一侧的兰兰，与他交换了一个眼神。兰兰疑惑地看了眼大哥，心中纳闷，又看了眼正在给糖糖擦手的娘，抿了抿唇，但还是道：娘，去年不是说云山的另一边种梅花了，也不知道活了没有。种活了，几日前韩夫人他们去过，回来时说不少梅花已经开了。真的？娘，那不如咱们去看吧。山长这些日让我们自己养梅，从抽芽到长枝，从花开到花落，我哪有这个闲情逸致啊？府里就有梅花，不能看吗？只有几株，我想看漫山遍野的梅花，居高临下，一望无际的红色，多好看呢！哪里是几株能比的？兰兰顿了顿，娘，要不咱们去吧，看了梅花，再看开春的海棠花。你是想在云山住多久？住到过年吗？不念书了？沈小婉忍不住多看两眼兰兰，莫不是有阴谋？兰兰倒是不惧怕娘的审视，
娘，您还说我呢？娘之前去云山住了1个月，都舍不得回燕京了。那个老婆婆做的馄饨和醪糟圆子真好吃，好吃。安安也馋了。沈小婉犹豫着道：“那要咱们去待几日？”好啊，兰兰干脆的应着。除了老婆婆家的醪糟圆子，还有镇口的陈坡兔头，还有宋家同记的鸭架菌粑和鸭肠，我都想吃。行了行了，怎么和你二哥一样这么识吃？沈小婉嫌弃地瞪了兰兰一眼。那明日安排好家中的事，我们便去小住半月。从正院出来，兰兰收起了温和的笑意，俊美的脸上透着几分冷冽。大哥，出什么事了？没什么事儿。小宝回头看了一眼空旷无人的过廊，淡声道：“我不信。”兰兰顿了顿，好端端的怎么会让娘出城去住？小宝不想将自己的担忧与兰兰说。真没事儿。但兰兰岂又是三言两语能够打发的？是不是爹出了什么事儿？小宝矢口否认。没有。兰兰冷笑：“哼，大哥，你若是不说，我便去和娘说不去了。”在沈小婉不知情的情况下，小宝和兰兰这俩哥俩达成了会谈协议。在第3日之时，兰兰催促着出发了，一行人出城往云山去了。沈小婉一走，小宝便将府中留守的丫鬟侍从召集了起来，命严防死守镇远将军府，不让人随意出入府内。另外，书房、卧房等位置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以防万一。到了庄子里一安置好，兰兰便带着安安去泡一个热热的汤泉。毕竟为了将娘哄来云山，就是说她要泡汤泉的。沈小婉联想到这些日的兰兰表现出贪玩的异常，心中隐约有了猜测，将在外间滑雪的兰兰叫了进来，沉声问道：“你大哥到底瞒了我说什么？”“大哥瞒着咱们什么了啊？”“别给我装，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娘，真没有。”兰兰看着外间飘落的雪花，以及在雪地里滑雪的糖糖。“哎，娘，糖糖摔着了，我去看看。”“给我站住！”沈小婉根本不信，她又不是个蠢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兰兰不愿意说。“不说，那我们今日便回京城。”兰兰叹气：“娘，您要我怎么说才肯相信我的话呀？真的没有什么事儿。”“你觉得我会信？”沈小婉起身让青霜去收拾行囊。“娘！”兰兰不能让娘回去，不能让一家子去冒险，要不然大哥为他们做的事便功亏一篑了。无奈之下，兰兰不得不将大哥的猜疑告知了沈小婉。“娘不能回京。”沈小婉气得脑充血。“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何不与我说呢？”“娘，大哥也只是猜测，而且咱们在京城也帮不了大哥的忙，反而会成为大哥他们的掣肘。”兰兰扶着沈小婉劝道：“这几日送信的人说燕京安然无事，娘您无需太过担忧，咱们不如再在这里待上一段时日，等大哥通知咱们了再回京也不迟啊。您一个女子回京也帮不了忙。”兰兰顿了顿：“更何况安安和糖糖还这么小，留在这里也更安全一些，谁也不知道京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大哥这些日没有消息送来？”兰兰摇头：“没有。”顿了顿：“儿子也让人悄悄打探，京城并无任何异样。”沈小婉皱眉，若真出了事，小宝自然会遮掩，哪里真能让兰兰打听出什么？是在街上打听的。那估摸是被太和帝给遮掩了。你留下好好照顾弟弟妹妹，青霜和侍卫们都留下，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回来接你们。兰兰为难地看着沈小婉：“娘，听话。”沈小婉拉着兰兰的手：“你在这里，娘才能放心。答应娘，一定要好好保护妹妹。”“娘。”兰兰摇头：“还是我回去吧，您留下。”“乖，听话。”沈小婉轻轻地抚摸兰兰的脸颊：“答应娘，好好护着妹妹。”“娘。”
兰兰心底难受极了，娘这般交代，感觉像是生死离别一般，难受，想哭。没事的。另一厢，清霜已经收拾妥当，沈小婉交代着清霜和兰兰一些事宜。不要轻信旁人，切记。清霜满脸凝重。夫人放心，好好照顾安安和糖糖。沈小婉交代二人。糖糖待会儿若是哭，别拿糖豆好好哄哄她，告诉她我过些天回来接她。娘，夫人，娘。沈小婉握着兰兰的手再三叮嘱，只有娘或是大哥来接你们，你们才能回来，其他人来别信。兰兰郑重地点点头。娘，回去吧，待会儿糖糖哭了，一定要好好哄哄她，不能让她哭太久了，哭太久她嗓子会疼的。沈小婉细碎地叮嘱了几句，这才上了马车离去，只带着清月和赶马车的人轻装上阵地离去了。在沈小婉离开燕京后的第3日，御书房的地笼烧得极旺。圣上，这都是马大人查出的镇远将军通敌卖国的罪证。首领太监柳平将快马加鞭从边关送回燕京的查案罪证递送到太和帝的手中。太和帝接过，快速翻阅之后，登时勃然大怒。江直，朕果真是养大了你的心。太子站得极近，眼尖地看见信上关于镇远将军的罪证。镇远将军除了与戎族太子往来通敌叛国之外，还大肆养私兵，重建梨花枪阵，意图谋反。太子睁大了眼，惊讶错愕，但心中却并不太信。魏思宗道：圣上，既然马大人已经查清真相，罪证确凿，那应该直接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啊。韩御史看了在场的众人，斟酌着开口：圣上，马大人虽然已经查明，但江直乃是一品大将军，身份不同，不可随意斩首，还是应当先押解回京，等刑部再次审查之后再做决断呢。哼，御史大人，这罪证确凿之事还需如何审呢？更何况江直为人狡猾，这路途遥远，万一……魏侍郎，这办案还是要讲究一个程序，不能因为你的一言之论，便随意将一名为国立过功的将军斩首示众。韩御史弹劾他：圣上，魏侍郎不分青红皂白，谋害忠良，妄图左右朝政，请圣上明察。嘿呦，御史大人，您这话可就错了，马大人已经彻查清楚，罪证确凿了。说着朝圣上拱手道：微臣肝胆忠心，一心为国，圣上明察。圣上，御史大人说的有理，无论江直是否真的勾结外敌，意图谋反，都应将人带回燕京审讯，等审讯过后再斩首示众也不迟。你们可都是朕的臣子，竟然都一起包庇乱臣贼子！来人啊，给朕拿下他们的乌纱帽！圣上！韩御史和陆大人跪下求饶：圣上，老臣忠心耿耿，一心为朝廷。圣上！武安侯看了韩御史等人一眼，又看着一侧的魏思宗，思忖片刻后站了出来：圣上，御史大人为南州辛勤40载，劳苦重重，请圣上开恩。请圣上开恩呐！其余几个大臣们也道。这时一直在侧站着的太子迟疑了片刻，站了出来：父皇，现在重要的还是关于镇远将军的事情，您打算如何处理？太和帝冷冷地睨了在场的大臣一眼，冷哼一声：哼，传朕旨意，立即去江家搜，同时严加看守，另命马大人迅速将江直带回燕京。是。魏思宗带着侍卫前去江家搜查。你们这是做什么？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岂是你们放肆的地方？小宝冷着脸将人拦在大门之外：赶紧给我滚，不然我立即入宫禀报圣上。魏思宗冷哼：哼，镇远将军通敌卖国，意图谋反，圣上特命本官前来搜查，立即给本官让开。进去，给我搜！
你们干什么？不准进去！不准进去！小宝等人拦着，但却拦不住太和地的亲兵侍卫们。很快，这些侍卫们便将整个江府翻得乱七八糟。魏思宗眼里冒着算计的光。可搜到了？没有。侍卫们纷纷出来，表示没有收到任何通敌叛国的罪证。没有人。侍卫们也没有找到沈小婉等人。没有。魏思宗不敢置信，是谁走漏了消息？狐疑地打量着绷直了背、浑身戒备的江怀瑾。江怀瑾。小宝冷哼：哼，怎么没搜到就想诬陷我们不成？哼，算你运气好。竟然没有找到，魏思宗猜是江怀瑾将罪证藏了起来。咱们走着瞧。你别嚣张，迟早有一天你都会还回来的。小宝愤恨地咬牙。哼！魏思宗冷笑，挑衅道：哼，我等着那一天。不过那一天不会到来的。魏思宗喝了一声：将人带走。是。侍卫直接将小宝给押走，关入刑部大牢去了。等魏思宗的人一走，杜鹃便焦急地问到护卫头领：大公子被人带走了，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呀？杜鹃都快急哭了。先等着。大公子说等什么？等多久？他们都不知道，但必须依令行事，等能做主的人回来做主。护卫头领又吩咐道：通知下去，命人严守各个出入口和各个院落，不能让人混进来。是。在小宝被关入大牢的第一时间，整个半内城都知道了消息。韩墨和陆景瑜都向家中长辈求助，想帮一帮这个自小一起长大的好友。陆大人对陆景瑜道：不急，一切的事情还未下定论，只要还未下定论，都还有希望。镇远将军不日就会被押解回京，只要镇远将军没有做过，魏思宗他们的阴谋便不能得逞。陆大人又对着陆景瑜宽慰了一番：你放心，怀瑾在刑部大牢不会有任何不测。与陆家相比，韩家则气氛更为凝重，也想得更多。韩老夫人与宫中的韩妃匆匆见了一面之后回府，与韩御史交流了一番之后，韩御史将几个在身边的得力儿子叫了过来，细细吩咐了一番。韩墨很是为难：祖父，怀瑾他们……少义呀，大局为重。沈小婉回到燕京之时已是小年，大雪纷飞，寒风冷冽，冰冷刺骨。可沈小婉却丝毫察觉不到冷意，径直去了城东的宅院里，听着这个院子的管家禀报着这近1个月的事情。都是大公子和姐姐命人，不允许打扰夫人您。杜月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知给沈小婉，她也不想的，可大公子吩咐了，不敢不从。你们好大的胆子！夫人，您别急，您先别着急。拄着拐杖的邱嬷嬷被丫鬟扶着过来。邱嬷嬷，坐。他是被冤枉的，他根本不可能通敌卖国，也没有谋反的意思。老身知道。邱嬷嬷咳嗽了几声后道：老爷心中最在意的便是夫人和公子小姐，一定不会做下这等事儿，一定是有人冤枉老爷。可现在不好办，从他还是定远将军的时候，圣上就不信他的，现在……沈小婉面露绝望，鼻子酸涩。夫人，您镇定一些，将军府被围住了，老爷和大公子被关，只有您能救老爷和公子了，您千万不能就此消沉呐。邱嬷嬷劝解道：现在还没有证据，圣上就是想给老爷定罪也不成的，还有机会，夫人您还有时间查找真相，为老爷洗去冤屈。是。沈小婉让自己镇定下来，他不可能做出通敌叛国之事，那些所谓的罪证一定是假的，他是被冤枉的。
冷静下来的沈小婉立即派人去查探边关之事。在等待消息的同时，沈小婉也送信给了洪氏，向他打听了一些消息。洪氏是晚些时候以购买年货之名出府，随后又到了有客喝茶。你怎么回来了？你赶紧的离开京城，魏思宗若是知晓你回燕京了，必定也将你抓起来的。洪氏见到沈小婉的刹那，便催促着她离开。千万别让人给发现了。我不走。沈小婉摇头。我是江家的夫人，这个节骨眼上，我怎么能走呢？小宝被魏思宗给抓了起来，江之已被逮捕回京。我若是还走了，谁能帮他们洗脱冤屈？与洪氏会过面的第二日，沈小婉去了刑部见小宝。原本刑部的大人不允许他进去，还要将他抓起来一并关入大牢，但被陆大人给拦下了。既然圣上并没有下旨抓捕江家女眷，刘大人又何来权力抓捕江夫人？上书大人，江之通敌叛国，他既是江家人，自然是同伙，自然应该将他抓起来。江将军之案还未有定论，刘大人不可妄言。可是大人，刘侍郎还想说什么，但被陆大人沉声打断。刘侍郎，马六的案子查清楚了？刘侍郎将心中的想法给咽了回去。还没。那还不赶紧去？江夫人，不能去看他吗？沈小婉淡声问道。现在并未定案，具体是怎么一回事，想必大人也清楚的。陆大人看着一身素色低调打扮的沈小婉。可以去，江夫人随本官来。娘，长本事了是不是？沈小婉看着消瘦了很多的小宝，还好还好，除了瘦一些，没有受伤，没有受折磨。可即便如此，她心中还是难过。娘，小宝无奈地唤了一声，看了看四周后，小声问道：娘，您不应该回来的。我实在不放心你。小宝强装笑颜。娘，我没事，陆大人很照顾我，没有人敢对我怎么样。这么大事，你怎么不告诉娘呢？还和兰兰合伙蒙骗娘，若非娘察觉不对劲，是不是等你爹？娘，您不应该回来的。小宝再次重复道。娘不会有事的。隔着牢栏，沈小婉伸手摸摸小宝瘦了许多的脸颊。瘦了好多。有所担忧，所以瘦了。小宝看了四周一眼，而后飞快地低声道：娘，爹没有通敌卖国，都是被人陷害的。娘知道，你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查案的马伯明有问题，所谓的证据都是他找到的。小宝轻声道。圣上看到证据后就大怒了，如果有新的证据证明爹是无辜的，爹应该就不会有事。娘已经让人去查了。沈小婉收回手。你放心，娘会想法子给你爹洗脱冤屈，救你们出来的。娘，小心。小宝担忧那些人会对娘和妹妹们下手。放心，你也要小心。探监的时间不多，很快便有看守的侍卫过来将沈小婉带走。离开后直接回了江家。夫人，您怎么回来了？杜鹃满脸担忧焦急。你们好大的胆子，竟然给我传假消息！沈小婉看向杜鹃等人，冷哼一声：你们心中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主子？夫人，奴婢知错。杜鹃等人立即跪下，大公子吩咐的，他们不敢不从。若不是我发现不对，恐怕还会被你们蒙在鼓里。沈小婉拍着桌子气道：夫人，如今圣上命人将将军府围住，您回来会有危险的。杜鹃道：那又如何？那我该躲得远远的，看着儿子们被抓，我还没有那么硬心肠。沈小婉冷喝道：再则，我们将军府行得正坐得端，没有犯错，我躲什么躲？可是魏思宗，魏思宗吗？他敢！沈小婉冷哼了一声：哼，圣上还未撤去我一品夫人的诰命，他若敢对我怎样，我先将他打了再说。夫人，够了！沈小婉喝道：都给本夫人打起精神，
别给人可乘之机。魏思宗没有上门，因为他在外养的娇俏外室被妻子发现了，随后大闹一场，将怀孕的外室推倒流产，同时抓花了魏思宗的脸。魏思宗心中生气，却因为还需要陆国公的帮助，不敢与妻子置气，跑去陆国公府想要哄回妻子。世子夫人得知二房庶侄女气回家时，脸上挂着笑。江夫人将这一手留到现在，看来是急了。心腹丫鬟道：江夫人和江将军情深意重，她自然是焦急的。那咱们帮帮她。直到太和10年正月，魏思宗都没有上门。这一年江家没有过年的喜气，一家子分离四散，没有团聚在一起，如何过年？沈小婉去给小宝送了几次饭时，过年的时候也送了去。母子二人说了会儿话，得知住在书院的那位阮姑娘也来看了她，还坚信她一定不会有事，还说要等她出去。沈小婉得知后笑了，是个好姑娘。好，等一切事毕，娘就为你们办喜事。小宝摇了摇头，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出去，不知道还有没有未来。别担心，娘已经快查到了，放心，娘会救你们出去的。等到了正月初10，江直被押解回京。回京的那一天，天又飘起了雨雪，似在为江直鸣不平。夫人，老爷被押送回京了，二公子呢？杜鹃担忧地看着沈小婉，其余人也都没有消息。不知道。沈小婉立即折身去了有客，一直避而不见的几位大人今日在有客说事，他要去请他们帮个忙。江直回京的这一夜不太平，先后几批人入大牢见江直。陆大人是刑部尚书，离得最近，见得最早。江将军。江直安坐于大牢之中，神色无忧地看着陆大人，点了点头。陆大人，一路辛苦。陆大人并没有多问江直关于通敌卖国之事，而是告诉他小宝也在牢中。可要将牢房换到与大公子同一处啊？不必。江直顿了顿，一切都与他无关。如今我已经回来，请陆大人将他放了吧。陆大人讪笑一声，下令抓捕大公子的是魏侍郎，本官无权放人。江直哦了一声，好，那便如此吧，如此吧。陆大人见江直无所求，也只得点了点头。那江将军若是还有其他需要，吩咐一声便可，只要本官能做的都可以帮你。多谢陆大人。江直说罢，闭上眼睛开始养神。陆大人忍不住多看了2眼江直，然后摇了摇头，径直离开了。是福是祸，单看你的成算了。第二个来的人是陆国公。江将军若是愿意，我可以帮将军。这件事是有蹊跷，但圣上被人蒙蔽看不清，但老朽看得清楚。陆国公诱惑道：只要将军愿意，明日上朝，老朽可为将军陈情。陆国公背后站的是皇后，是太子，他的意思江直明白。国公爷太抬举我了，我如今不过是阶下之囚，帮不了国公爷的。将军勿要妄自菲薄。国公爷，我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如果我真有，便不会关在这里了。哼，不识时务。陆国公冷哼一声，眼底闪过狠厉，随后甩袖而去。后半夜，但江直睡不着，忍着疼，头脑昏昏沉沉的看着跑来跑去的老鼠蟑螂。这些老鼠胆大得很，跑去吃放在牢房门口的馒头和水了，是衙役专门给他准备的，但他没有胃口，便没有动。还好，很快了，很快就能结束了。媳妇儿，你放心，这次若能化险为夷，我不会再去边关，会一直陪着你的。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江直觉得头清醒了许多，耳边传来叽叽的几声惨叫，睁开眼朝牢门外看去，看见原本偷吃馒头的老鼠倒在了地上，嘴边还有几丝白沫。江直神色冷冷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几具动物尸体，
没什么表情。江直面无表情地望着牢房的栅栏，轻哼了一声，然后重新闭眼，等到天明。寒夜漫漫，几盏孤灯，偌大的镇远将军府在孤灯的衬托之下，像一座荒原，无人行走，没有一丝人声。夫人，时辰很晚了，您先休息。你去歇着吧，我没关系。沈小婉心中有事，哪里睡得着？夫人，您都多少日未睡了？老爷和大公子现在都没事，您身子别先垮了。好，我睡会儿。沈小婉躺在床上，只是睁着眼，却依旧是睡不着。莫约后半夜时，隐约听到屋外有动静。沈小婉起身朝外间问道：“出什么事了？”他刚穿上鞋，打算去外间看看，门便被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外间走了进来，然后径直走到他跟前，直接跪下：“娘，娘！”闹闹跪立着身子，双手扶住沈小婉的膝盖：“娘，儿子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娘，终于回来了。”沈小婉轻轻地拖着闹闹的下颚，借着烛火看清他的容貌。在不知不觉间，闹闹已经长成大人了，不再是4年前那个11岁的小儿，棱角分明，满眼的故事。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闹闹抬手用指腹擦着沈小婉的眼泪：“娘，莫哭，儿子回来了。”“娘不哭了。”沈小婉擦干净眼泪，拉着他的手问：“怎么大晚上的回的城啊？可被人发现了？”“白日就乔装回城了，又去忙了一些事。”闹闹压低了声音道：“附近有盯着的人，等他们夜深松懈的时候才进府的。”“那你赶紧的离开，别被人盯上了。”“娘，不怕的。”闹闹表示自己很小心，不会让人知道的。“娘，爹是被冤枉的。”“我知道，你爹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只是现在娘一头雾水，还没有线索，派出去的人也还未传回消息。”“娘，你莫操心，这事儿儿子去办。”闹闹心中有谱，他已经有头绪了。何西和王二也在查，正在顺藤摸瓜，想要抓住幕后的指使者。闹闹顿了顿：“边关那边现在痕迹都抹干净了，查也查不到了。”“那怎么办？那你爹不是……”沈小婉担忧地攥着闹闹的手腕：“怎么会这样？谁抹去的？”“娘，幕后之人。”闹闹微顿：“儿子查到了马伯明，查到的诬陷爹的罪证是爹身边的一个侍卫放入的，但此人被幕后之人给杀了。查过之后，只知道那人应是京城过去的。”这也是闹闹为何赶着回京的原因。“娘放心，儿子已经有线索，但还需要一些时间。只是现在必须得拖住，圣上若是就此定论，那爹就救不出来了。”“那娘去想法子拖住。”沈小婉定了定神：“你放心去做。”“好。”闹闹没有在家里久待，从那条秘密的通道离开了，乔装打扮一番，消失得无影无踪，恍如未回来过。漫漫长夜，无人安眠。沈小婉打算天亮后去一趟大牢，看一看江直。但等他第2日过去之时，刑部尚书陆大人却将他拦了下来，因为在清晨交接班的时候，守卫过来送早饭的时候，才发现了老鼠的尸体。此人是陆大人的人，所以当看到中毒而死的老鼠尸体时，惊惧不已，很快将消息禀报给了尚书大人。“大人，不好了，出事了！”守卫将食物有毒的事情报给了陆大人，还验出了食物里面的毒是砒霜。“立即查！”陆大人知晓之后，立即命人彻查，搜寻昨日晚间送饭之守卫，结果发现了送饭时的守卫的尸体。仵作验尸之后，发现乃是砒霜中毒而死，同时现场没有其他痕迹，线索就此断掉。神色凝重地将消息禀报到了太和帝那儿，又有言官上谏，称是戎族人想杀人灭口，只为不让江直说出某些真相。太和帝大怒，命人立即搜查出所有证据，尽快定罪。
沈小婉未能进入刑部大牢，被陆明鹤拦了下来，从他的口中得知了大牢中发生的事情，而圣上也下令命魏太傅彻查并亲审。中毒！沈小婉整个人都快站不稳了。刑部大牢不是号称全南州最安全的大牢吗？怎么还会出现这种事情呢？陆明鹤满脸尴尬之色。江夫人，我爹已经在查那名守卫的事情，若能查到，会告知夫人。沈小婉见陆明鹤十分为难，看来是上面的人发话了，便也不再多说什么。离开之后，便派人去查那名守卫之事，同时以此为借口前往皇城门口，拿起了登文鼓，敲响了登文鼓，鼓声震天。此时太和帝正在与群臣在御书房说事，听到登文鼓响时，众人都是惊了。太和帝听罢禀报，阴沉着脸：朕在位10年，还是第一次听到登文鼓响，可这一次竟是沈氏敲响的，给朕赶走。太和帝知晓他此举的目的，可他并不想见沈氏。文丞相看了众人一眼，斟酌着道：圣上，皇城门外的登文鼓乃是因为开祖皇帝因冤不得澄清而揭竿起义，建国后便在皇城门外建立一面登文鼓，以便在衙门得不到公正而直接向圣上申冤。开祖皇帝有令，登文鼓一响，必须召见敲鼓之人。圣上，不若召沈氏进来问一问。魏思宗道：丞相大人，沈氏乃是将直之妻，罪臣之妻，罪眷不应当自由走动，应该一从关入刑部大牢。文丞相皱眉：魏侍郎，如今将直之事还未有定论，沈氏依旧是将军府夫人。丞相大人，您是打算偏袒将直？您还不相信将直通敌叛国？证据确凿，证人俱在，都是铁证。魏思宗的话让太和帝的脸极为难看。太和帝沉着脸看着下方的群臣，文丞相这个两朝元老将太和帝的心思看得明白。圣上，这不合规矩。魏太傅这时站出来：圣上，御书房岂是女子能进入的？更何况是戴罪之身的沈氏。圣上已经下令命武安侯审理此案，沈氏一个妇人之家来，像什么话？灵寺见状，状似无意地开口：将直本是戴罪之身，沈氏如此大胆，却不该召见，而且他为何敲登文鼓，诸位大臣也都清楚，不外乎就是为将直喊冤，为刑部大牢下毒害命之事喊冤。这等小事不值得惊扰圣上，让刑部大人细查就成了。灵寺朝太和帝道。太和帝看了眼灵寺，似笑非笑。太子这时开口：规矩是规矩，但沈氏乃是江家之人，若他心怀歹心，岂不得不偿失了？夫人，回去吧，圣上不见你。皇城守卫一板一眼的，丝毫不讲情面。赶紧离开这里，不要挡在这里。不行，我若是今日见不到圣上，怎么拖延？怎么给闹闹争取更多的时间？立即离开，要不然将你关入天牢。夫人小心！杜鹃扶住沈小婉，呵斥着侍卫：你们大胆，竟敢推我们夫人！再不走，以刺客刺杀之罪论处。你！杜鹃气得要哭了。赶紧走，赶紧走，别挡着道。夫人，没事。沈小婉抿着唇，冷笑着看着身后的皇城。哼，高高在上的人被权力蒙蔽了双眼，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不把人当人命。沈小婉收回视线。那就回。深宫内院之中的皇后宫中，走了。婢女点头。大臣们出宫时，他便走了。皇后冷嗤：哼，我还以为他一直等着呢，看来他也没有多在意将直。娘娘，沈氏一直等着圣上，还能召见他？不会。不是说乡下女人最会大难临头各自飞吗？沈氏虽来京10年，可终归还是个乡下农女。她有几分小聪明，
商人精明市侩，他都给占全了。如今江家快没了，沈氏也嚣张不了多久。婢女顿了顿，娘娘，您说这沈氏会不会和离呀？谁知道呢？皇后抬手吹了吹指甲上的扣单，笑道：不过圣上有心想治，江家一个都别逃过。婢女跟着笑了起来。那提前恭喜娘娘了。韩妃那边如何？婢女道：没动静。他们韩家和江家走得近，现在韩家明哲保身都来不及呢，他没动静就对了。皇后娘娘轻笑一声，转头和婢女小声吩咐了一句，婢女一脸惊喜的应下，然后去办了。隔日便有人弹劾韩御史、陆大人等人与江直关系亲近，韩家、陆家都可能是江直的同盟。韩御史借此机会称病不去上朝。宫中韩妃气得摔茶盏：哼，皇后这个贱人！娘娘息怒。心腹婢女劝道：她真以为自己是皇后就能为所欲为了？以后那个位置就定是她那个没出息的儿子的吗？想得美！韩妃喝道：立刻去请我娘入宫。婢女劝道：娘娘息怒，这个节骨眼可不能请夫人入宫，太招人眼了。哼，我怕她。等晚些时候，韩御史与几个密友详谈一番之后，才将儿子孙子们叫到了跟前。父亲，祖父。韩御史看着几个儿子和孙子们，太子一派终于忍不住了。父亲，我们这班……韩御史又细细地吩咐了许多，吩咐完了，让一行人离去，唯独留下了韩默。交代你的事情可办成了？韩默身子一僵，而后低头说道：已经在办了。那就是没有办成了。没有去办。祖父。韩默很为难，祖父吩咐的事情他怎么可以去做啊？江怀瑾是他的朋友，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不是敌人。愚蠢！韩御史喝道：你可知现在的形势？你若是不这么做，太子一派便会将我们全部踩下去，还有魏太傅一派又将重新站起来。你想一想你在宫中的姐姐，想想你的侄子。可是祖父，这和怀瑾有什么关系啊？他是无辜的。韩默辩驳道：我们可以另外想法子，不用靠他。现在不是你心慈手软的时候。韩御史拍着桌子斥道：可那是我的朋友。少爷！韩御史呵斥道：你心中还有没有韩家？还有没有我这个祖父啊？韩默很为难。祖父，如今太子一派已经重力打压我们，我们必须还击，还必须是致命的一击。而作为曾经翰林院修撰的江怀瑾的手中，恰好有一份关于太子的一些秘密，这个秘密正好能给太子致命一击。韩御史让韩默去江怀瑾的手中拿，不对，应该是窃取、偷走。祖父，韩默很为难。那不一定是真的。是真的。韩御史有消息来源。如果是真的，那他为何不威胁太子，让太子放了他们，帮他爹洗脱冤屈？少爷，可他现在被关在大牢，江家又被圣上派兵把守，我去哪里拿？韩默想以这个借口将祖父打发掉，他实在不想从小宝的手中盗取那些东西，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他们便再也回不去了。少爷，你不必担心，此事我会解决的。韩御史顿了顿，苦口婆心叹了一句：少爷，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韩家呀。我明白的，祖父。几日之后，刑部大牢突然传出消息，江怀瑾大病，人危矣。小宝被送回家的时候已经昏迷不醒了，浑身伤痕，高烧不退。沈小婉看到他满身的伤时，整个人都要疯了，眼眶都泛红了。大夫道：
夫人，大公子身上的伤红肿发炎，老朽需要将这些去掉，重新上药。大夫您请。等大夫给小宝上了药，又狠狠灌了不少药，沈小婉才重新走近。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等药起作用了，烧退了，估摸着就能醒了。好好的，怎么就成这样了？前几日我还去看过小宝的，那日的小宝只是瘦了一些，什么事都没有。等江直被押回京，他便不被允许进去大牢了。这几日的功夫，小宝都经历了什么事啊？他们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小宝都被严刑逼供了，那江直呢？他是不是也……沈小婉不敢想，害怕。夫人，您别哭，回去歇着吧，别累坏了身子。杜鹃守在一旁。大夫说大公子已经没事了，只要天亮了醒来就好了。没事儿，我守着他。你去歇会儿。没事的，夫人，奴婢陪着您。夫人，您别哭了，待会儿大公子醒了，看见了必定会难过的。沈小婉擦了擦眼眶，忍不住，太难受了。奴婢知道的。夫人，老爷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儿的。沈小婉没吭声，她当然希望他没事了，只要他们能平平安安的，她就是拿命去换都行。杜鹃见他心情十分压抑，又说起了糖糖，想让他心情好一点。夫人，好久没有看见小姐了，小姐最近应该又长高了不少吧？应该长高了。沈小婉无心说这些，转头看了看床上躺着的小宝。小宝，你快些醒来啊！外城三教九流之所，乔装打扮过的闹闹与荷西等人缩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说着事。半夜提审大公子的是魏太傅的长孙和华容公主的长子，两人分明是公报私仇。哼，我大哥要是有事，姓魏的这几个都别想跑。查的怎么样了？二公子，一切的线索都指向了华容公主。荷西道：嘉柔郡主在1年前就与张家和离，背着所有人偷偷回了燕京，但并未回到公主府，而是住在城外的香山小筑里。若非跟踪华容公主去到香山小筑，还不知道她回京了。闹闹道：就算华容公主与我们家不和，但不到杀人害命的地步。继续查，我怀疑华容公主后面还有人。荷西王二领命。是。第二日中午，小宝苏醒过来。娘的小宝，你可终于醒了。沈小婉坐在床侧，掩面哭泣。终于醒了，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娘。小宝哑着嗓子想安慰娘几句，可说不出话来。娘在这儿呢，在这儿呢，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饿了吧？娘让人煮了易消化的粥，娘喂给你吃。等小宝吃了些粥，有了些精神，沈小婉才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满身都是伤。原来是华容公主的长子和魏太傅的长孙。那些人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案子还未有定论，他们怎么能朝你动手呢？沈小婉气得直哆嗦。华容公主她有本事来找我，朝你发怒是什么意思？娘，我没事。小宝虚弱无力地说道。你怎么会没事呢？你看看你身上的伤。沈小婉想到昨夜看到的那些伤痕，心疼的不行。娘，不是好好的吗？真的没事。小宝扯出一抹艰难的笑。娘，现在爹被关了起来，没有圣上命令，谁都不能见他，也不知道爹。你爹应当没事。沈小婉叹了口气，给小宝拉了拉被子。你别动，身子骨要紧。娘，魏思宗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去请师傅帮忙。你好好养身，别多想这些，我和闹闹会想办法的。沈小婉按住小宝的肩膀。
你好好养伤。娘，小宝欲言又止。娘知你的意思，但山长只是书院山长，即便门生众多，可朝中均是被魏家、文家几家给把控差不多了。沈长此事冒头，不是好事，反而会牵连他。又与小宝细说几句，待小宝睡下歇息后，沈小婉才离开。接下来的几日阴雨绵绵，给整个燕京添了几分愁绪。魏太傅已经在核查证据，在朝廷各部归位之后没几日，便开堂审理江直通敌叛国之案。当沈小婉前去刑部时，便被人冷嘲热讽了一番。沈氏，你怎得如此憔悴啊？钟武侯李夫人乘坐着马车往城外走，见到他便停下了马车，轻笑一声：“我倒是忘了，如今江直还在大牢，你不憔悴便有问题了。不过我是没想到，江直竟然犯下这等大逆不道之事，竟然通敌卖国，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李夫人点了点手指：“沈氏，你多出来走走也是应当的，以后啊，也不一定还能见得这样的天了。”他是被冤枉的，他没有做过这样的天，我还能看一辈子。哼，还不认命？李夫人冷笑：“哼，乡下农女就是乡下农女，不识抬举的东西。”轻哼一声：“那又怎样？”李夫人说罢，马车就渐渐走远，趾高气扬的如同他的主子一般。沈小婉怀着目的去了刑部，却被侍卫给拦住了。“无关紧要之人不许入内，立即离开。”“我是无关紧要之人。”沈小婉沉下脸：“你们要审的人是我的丈夫，我为何不可入内？”侍卫自然知道沈小婉是谁。“刑部审案岂能是一介妇人随意入内？立即离开，要不然对你不客气了。”“夫人。”杜鹃扶着沈小婉，瞪着侍卫们：“不许这般对夫人说话！”侍卫轻嗤了一声：“滚开！再不走，将你们一并抓入大牢。”“住手！”陆明鹤从另一侧过来，同来的还有匆匆赶过来的小宝。侍卫们道：“大人，放江夫人进去。”陆明鹤道。侍卫们很为难：“大人，这不合规矩啊。”“有什么事我担着。”沈小婉和小宝匆匆进了去，正好看见江直被人压着跪在大堂的中央，而魏太傅则在宣读江直所犯之事。魏太傅高高在上的道：“江直，你通敌叛国，私藏数万私兵，蓄意谋反，罪证确凿，你可认罪？”“哼，什么证据？你们特意给我安上的陷害吗？”“大胆！钦差大人亲自查出的证据，在你营帐中找到的与戎族往来的书信，全是你的笔迹，还有军中的梨花阵，这都是铁证。你还敢不认？来人呐，给本官打！”“住手！魏太傅，你这是想屈打成招吗？他是被人陷害的，被人陷害的！”魏太傅一想到当初沈小婉曾经狠狠地下过自己的面子，气便不打一处来。“大胆！一介女流之辈，竟敢冲入刑部大堂，扰乱审讯！来人呐，给本官抓住他，大刑伺候！”“魏太傅。”文丞相不赞同的皱起眉：“给本官抓起来！”“太傅大人。”凌四此时开口：“此刻先审江直，等案结之后，圣上下了旨意之后再说也不迟。”“什么旨意？自然是抄家斩首的旨意。”魏太傅很容易便被劝服了，先审江直要紧。“给本官赶出去！再敢扰乱公堂！”“太傅，你为何不敢让我说？不敢听我们的辩词？你在心虚什么？”“胡言乱语，我会心虚？”“前朝便有壮士为人鸣冤，我替我相公鸣冤又有何不对？太傅，你是想只手遮天吗？想将这个刑部大堂变成你的一言堂吗？
是想将所有与你不亲近的大臣们都绑上通敌叛国的罪名吗？沈小婉声嘶力竭。太傅大人，您说呀，您说您是不是想只手遮天？住嘴！魏太傅气得手颤抖着指着沈小婉，气血上涌。你！魏太傅气晕倒在地。太傅大人，魏大人，周围的人齐齐围了过去。快叫御医！快！众目睽睽之下，魏太傅被沈小婉给气晕过去了。他飞快地瞄了一眼文丞相，他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文大人，你可得帮我澄清啊！转头看着小宝，他也一脸呆滞地望着自己。沈小婉讪讪地挑了下眉毛，然后趁乱之际走到大堂中央，扶着江直的肩膀，小声唤了声：“相公，你受苦了。”“没事的，你不该来的。”“我想看你。”沈小婉望着他：“你不该回京的。”“你别这么说。”“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你可以自行离开。”江直想给他写一封休书，让他远离是非，让他可以不用卷入这漩涡之中。魏思宗怒道：“来人啊，将他抓起来！是他将魏太傅气晕的。太傅大人若出了什么事，唯他是问。”沈小婉装得极为无辜：“魏大人，我只不过是想要澄清罢了，却未想到太傅大人极度反感我的自辩。”“你这分明是强词夺理！”魏思宗斥道。古人诚不欺我，为女子与小人。话还未出口，小宝已开口：“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刑部大堂何时成了魏太傅的一言堂了？还不允许人自辩了？”魏思宗轻蔑地扫过小宝，冷斥道：“江怀瑾，不要以为你出去了就安全了，信不信我现在就能将你重新关入大牢？”“你可以试一试。”江直起身，上下扫了一眼魏思宗，打断小宝的话：“怀瑾，带你娘归家去。”魏太傅现在……陆大人欲言又止，转头看向太子：“太子殿下，您看现在可如何是好？”文丞相此刻开口：“太子殿下，既然主审大人晕厥过去，不如重新将江直收押，等魏太傅醒过来了再说也不迟。”太子想了想，也只能如此了。押回大牢。侍卫们执行命令，押着江直离开。殿下大人，太傅大人之事我深感抱歉，只是历朝历代不少自辩之事，可太傅大人却不允，我这才激动了一些。现在太傅大人估计更不愿意见到我，还请殿下和大人帮我道一声歉意。到此。沈小婉之所以敢如此这般说，便是看明白了太和帝的底线在哪里。等沈小婉离开后，文丞相才向太子道：“殿下，今日之事还应详细禀报给圣上。”丞相大人放心，我回宫便禀报给父皇。太子应道。太子回宫之后，魏思宗便去魏家看望魏太傅了。“太傅，沈氏扰乱公堂，还将您气病了，实在是太没规矩了吧？”乡野妇人蛮横无理，魏太傅气得发抖。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难养也。太傅，那胡搅蛮缠扰乱公堂，无非是想为江直辩驳。虽然江直通敌叛国之事罪证确凿，但辩也辩不出一个花样。但一个女人出入公堂之所，实乃不合规矩啊！魏思宗不停地给魏太傅上眼药。更何况他乃是江家女婿，本就是罪婿，本该一并抄家抓入大牢的。春寒料峭，魏太傅熬夜写了弹劾奏折的第二日就病了。夫人，魏太傅一病，审讯的事情应当会延期。杜鹃心中松了一口气，这又能给大公子二公子争取一些时间。若是不临时换人，应当可以。沈小婉顿了顿，不过依照圣上的心思，恐怕不会等太久。那魏太傅说不定爬也要爬起来审。如他们所猜测的一般，魏太傅顶着病重的身体爬起来审案了。
魏太傅重新开审，但却严令禁止无关人员入内。沈小婉心慌，与小宝商量道：我们若是不能入内，岂不真成了魏太傅的一言堂？文丞相、韩大人他们不会出言帮忙的。现在只等闹闹的消息了。小宝低着头抠着自己的手指，暗骂自己没用。小宝，娘。小宝收敛了浑身的郁气，扯出一抹笑。怎么了？小宝抿着唇，心底难受。娘，儿子觉得自己好没用。怎么会没用呢？你聪明好学，是咱们家第一个文坛花，是咱们家的骄傲。弟弟妹妹学的字、读的诗都是你教的，你做事最有耐心，也最温柔。可都没用。小宝望着窗外的天，都没有帮上忙，全是闹闹在忙。咱们被关在这个大院子里应付那些人，闹闹藏在暗处，他行事方便一些。咱们这是分工明确。沈小婉顿了顿，更何况若非你及时让我们离开，娜娜和糖糖他们还在京城担惊受怕，若是没有你提早让铺子准备着，恐怕会损失无数。这些都是你做的，怎么说自己没用呢？啊！而且你因此受了伤，伤还痛吗？小宝还是摇头。可没能救回爹。娘也难受，一想到你爹此时还在大牢里受苦，娘这心里就压抑着喘不过气。只是咱们要振作，不能你爹还没回来，咱们就垮了。娘，没事的，娘没事。沈小婉抹了抹眼泪，有法子的，总有法子的。魏太傅不分黑白，直接给江直定案，将马伯明查到的罪证全部安到了他的头上。另外还声称有证据称沈小婉利用生意之便为江直勾结外敌，私练私兵提供方便，一下子将江家全部打为谋逆罪人。另外还称江怀瑾之病实乃故意为之，只是为了逃脱罪责。沈小婉得到消息的时候，整个人一下子晕了过去。娘，闹闹怎么还不回来？他到底去了哪里？他再不回来就晚了，晚了！小宝整个人都要抓狂了，看着魏思宗趾高气扬地带着人将江家包围，他都快要绝望了。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沈小婉整个人都要被逼疯了。杜鹃，你快带着大公子离开，我从哪条道走？沈小婉急急道：娘，我不走，魏思宗就是冲着我来的，我若是走了，他一定会对娘您不敬的。夫人，大公子。杜鹃看着二人，不知道该听谁的。赶紧的，别磨蹭了，他们已经快进来了。沈小婉推着小宝要走。娘，我不能走。小宝劝住沈小婉，那条道不能泄露，泄露了咱们家罪加一等。谁家会往外修逃生之道啊？还不是为了逃命？那也总比全部被抓好。娘，还有闹闹，闹闹他已经在想法子了。夫人。杜鹃他们也哭，抄家斩首，这院子里的人谁都跑不了。娘，您走吧。小宝知道爹还为娘留了一条后路。娘，所有的事情都与您无关，您去平安巷拿了那封信便离开吧，不会有人为难于你的。沈小婉不敢置信地看着小宝。他什么时候写的？在牢里时。江直竟然给他写休书，想让他能逃脱一劫，独善其身。这个王八蛋，我心狠！别说了。娘。小宝担忧地喊道。说话间，魏思宗已经领着官兵们进入，趾高气扬地看着沈小婉一干人等。江怀姐，我就说你出了监牢也逃不了的。小宝挡在沈小婉的前方。魏太傅的审讯才刚结束，供词还未送到御书房，你就带着官兵过来，这不合乎规矩。魏思宗轻嗤，早一个时辰晚一个时辰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大了。圣上未下旨之前，我们家还是镇远将军府，你区区一个四品侍郎闯入镇远将军府，就是以下犯上。来人啊，给我将这个以下犯上的人拿下，押送官府。小宝一声令下，
原本不敢有所动作的守卫们和上门抄家的官兵们纷纷对峙起来。江怀瑾，你敢！我儿说的没错，圣上未传下旨意之前，我们江家还是镇远将军府，我还是一品将军夫人。魏侍郎，你敢对我们动手，就是以下犯上。沈小婉扬声喝道：我要去皇城门口问一问圣上，他养的狗怎么就这么没有规矩？魏思宗脸难看到了极点。哼，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给我盯死了！我这就入宫面圣，拿圣旨。